每一年跟父母离别，心中总是莫名的难过与不舍。在父母眼中，始终是他们需要保护的小孩。我很害怕分别的场面。当我拿上行李，故作洒脱地说：“不用送了，我自己就行。”最后却又总是因为他们的执意相送而妥协。上车前，我妈拉着我的手，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说来说去，无非都是让我注意好自己的东西，按时吃饭之类的。我不停地点头，徘徊在快要哭出来的尴尬之中。我爸在旁边拿着我的行李，打破尴尬，让我注意安全。到了发个信息。看着熟悉的街道开始不停地往后退，父母的影子越来越小，终于再也没有忍住。I was walking in the woods one day, trying to keep the ghosts at bay. Then I thought I saw your face, but it was 出发了，朋友们！欢迎来4一期的旅程要开始了。我的天！小吃手名是。Viking。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一名骑行爱好者。截止到今天，我已经骑行了17个国家，总行程近9万多公里了。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我一直热爱的事情。今年的3月11号，我离开了家乡，踏上了这段环球的奇幻之旅。我是从济南坐飞机飞往了重庆，从重庆国际航班又飞往了法国，从法国休整了3天，处理了一部分装备，倒了一下时差，又继续坐飞机从法国飞往了瑞典。今天是2024年的3月18号，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瑞典的中部城市乌普萨拉。这些天都是住在2位中国朋友的家中啊，还有一位黑人小哥，人都是特别热情的。去年的7月底，我是从丹麦骑自行车来到了瑞典。我的计划是9、10、11月份穿越瑞典的大森林，然后去挪威、去芬兰看极光、追极光。结果到达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啊，8月多份接到了波兰那边的电话，签证问题有一个面试，所以临时改变计划，坐船前往了波兰。有一个面试嘛，结果面试呢也不是特别的顺利，最后需要重新递交材料，短则半年，长则1年。一个人在海外啊，没有公司，没有团队，没有任何的帮衬，一切的一切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所以我临时决定就回国了。如果签证办得快的情况下，半年就可以回来；慢的话1年。结果一切都比较顺利，半年的时间，签证已经办理下来了。这次回来，拿上我的签证，继续从瑞典继续出发。来到欧洲已经1个星期了，所有的一切啊都是很顺利的，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住的那2位中国朋友家附近的一片散步骑行的地方。远处那片城市就是乌普萨拉的市中心。这有条河流啊，菲里斯河。这条河流呢是瑞典乌普兰省的一条河流，穿越乌普萨拉省，然后流入梅伦拉湖。梅伦拉湖那边的河流就流入波罗的海。我当时从瑞典斯德哥尔摩坐船前往波兰的时候，就是穿越了波罗的海的。今天呢是老徐还有亚楠姐他们上课上班学习去了，然后我自己在这待着吧，也没啥事，就到附近的这个公园过来转一转看一看。我来到瑞典的第2天就下了大雪，到现在还没化。现在的温度是零下8度，明天是6度，越来越暖和了。
后面的骑行也会越来越舒适。给大家看一看我住的地方，也看一下咱们的老伙计，我的那辆自行车。今天的阳光也是特别好，走在这片丛林当中，鸟语花香。鸟语啊，没有花香，现在树木都秃了，还是特别冷的。我这2天呢，还是出发不了，朋友们，我在等装备。我的装备估计还有个2天到3天的时间就快递过来了。我今天的一个骑行计划呀，就是北欧这几个国家，瑞典、挪威、芬兰、冰岛。所以今年的冰岛骑行，包括极光之旅，都可以去圆梦了，朋友们。我这很激动，也很开心。这次回到北欧，哇，感觉满血复活。呜呼！这边雪都没化。心情初上，向往自由，整装待发，不做井底之蛙。朋友们，我现在回去歇会儿吧。回去之后啊，我打开地图给大家看一看我今年的一个具体骑行计划。等到老徐还有亚楠姐他们回来了，我让他们给大家打个招呼。这2天也是特别麻烦他们啊。我住的这个地方啊，它算是一个学区房，因为这边住的大部分都是很多学生，读博呀一些，包括老徐，他是博士，这边也是学校给他安排的房子，算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然后亚楠姐呢是在这边，目前是在学习瑞典语言，要考那个证。看房子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也不高，整体的规格全是这样子。这个房子就是了，从后面看呢，它都是上下2层，但是从前面看的话，它就是在第1层，还有地下1层，并且他们这边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养狗的一些朋友们，他不能把狗单独放在家中，不能超过5个小时或6个小时，超过了就是违法了，就算是虐待动物。养猫的没事，就这个房子了啊，给大家看一看。从这边进去之后，你看它就是1层，这个就是在第1层，然后下面还有1层是睡觉、卧室还有厕所，上面是厨房，就是客厅。从外面看就是上面还有1层，上面那一层是隔壁的。鞋都是雪放在这儿。我们吃饭就是在这里吃饭，然后做饭是在这里，然后我在这里睡觉是一个沙发床，特别温馨，挡风躲雨还特别暖和。早上起来就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衣服挂在这儿。我们这个房子目前是加上我啊，是住了4个人，楼下呢是有2间卧室的。那天亚楠姐就说把你三凤把你安排在这个沙发床上，很不好意思啊，就感觉很不好意思那种。但是对于我来说，朋友们大家也都知道，我只要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非常好了，就很幸福了。这个地方不光遮风挡雨，还可以晒太阳，这边有个插座还可以充电。楼下呢就是洗漱间、洗澡间，还可以洗澡。这边还有厨房，还可以自己做饭，多幸福呀！已经非常好了，这边也住得很开心。然后我的自行车呀，朋友们，就是放在外面有个自行车，还有那个小木屋嘛，都放在那里了。因为这边都是住宿的，里里外外吧都认识，都是学生，没有外人来，所以放在那边是很安全的。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那辆绿色的自行车，好久没见了。当时我在国内的时候啊，亚楠姐告诉我，我的自行车被人偷了，就是
前面的那个杆儿就被人偷了，但是都是小问题。就这个，就按那个360运动相机的。车锁我又重新买了一个，这个车锁呢也被别人捡了，所以这边也是还是要多多注意。车子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包括因为链条生锈，老徐他就用那个食用油给我打油，所以他们对我的自行车也特别爱护。刚开始的时候还把我自行车放到房间，后来就把自行车呢放到他们学校的那个仓库。这是我的老战友啊，小绿。一切都是 OK 的，过2天我再找个单车店让他们去检查一下，维修一下，上的螺丝啊什么的再上一上。换挡什么的都是 OK 的，就感觉这辆自行车和我国内新买的那辆白色的啊小了很多，就这个膝盖和车把的位置要窄了很多，还有一点响，这都是没有打油的老毛病。我得找个时间考虑把我国内的那辆自行车邮寄过来，到时候得看看运费，是邮寄一辆合适，还是从这边重新买一辆合适。整体还不错，没有任何的问题，稍微保养一下就 OK 了。补一下沙地土地，还是没毛病啊，很好啊。我这骑着自行车在这个房子跟前转悠来转悠去，整体来说问题不大，但是它跟我上一辆白色的它小了很多，因为这辆车架当时买的时候就是买的比较小，像我之前是1.8米，现在都1.85米了，又长了这3、5公分，它车所以就变小了，所以到时候还得考虑换一个大车。这个车感觉骑着一段路有点不太舒服，这车没啥大毛病。咱们来看一下今年的一个具体的骑行计划啊！我现在是在斯德哥尔摩上面的城市乌普萨拉，瑞典的第4大城市吧。瑞典这个国家啊，在整个欧洲地图上是最大的一个国家，跨度很大的一个国家。我接下来就是从这边继续往北走一走，然后再拐弯前往挪威。在挪威呢也骑一下，我进入冰岛的时间可能控制在6月中旬或者是6月底。估计在瑞典和挪威要骑行几个月的时间，冰岛环岛2到3个月的时间啊，再返回挪威。之后呢，从挪威再继续往北，一直到最北角。从北角有可能会再次穿越瑞典啊，或者是从瑞典再到芬兰，或者直接进芬兰。到时候还会根据路况去定。从芬兰呢，差不多啊，这已经到了冬天，到时候就可以看到极光啊那些。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回到爱沙尼亚啊、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再回到波兰。我把今年波兰定为一个结束的地点。如果有空闲的时间，可以坐一些火车，再去一下法国呀、意大利呀，包括瑞士啊这几个国家去看望一些朋友什么的。今年的这个整体还是蛮有趣的。这边中间还有一个法罗群岛，这个岛的话，到时候我也有计划要考虑去骑一下。哇，世界这么大，我马上就要看完了。下午的5点钟，燕南姐和老徐已经回来了，这是下课放学，他们在准备吃喝。我就是住在他们家啊，人特别好。Hello，三丰的粉丝们。饺子已经煮好了，牛肉炒西葫芦。今天大厨，我不是厨，明天我下厨啊。三丰带来的胡辣汤，完美啊！真好。然后我们烧开，烧到3到5分钟，它就应该行了。行。别浪费啊！
这个为什么你还要拍啊？这不就是生活中有意思的事情吗？可以锅了，直接有那个味儿了啊！好香。扣个那个鸡蛋在里边不？咱别整，它都是配好的，配好咱就别给它加料了。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黑人小哥刚刚也回来了啊，让他来品尝一下我们中国的胡辣汤。You can translate how to say 胡辣汤。就是 Chinese 胡辣汤。Yeah, what is 胡辣汤？但是里边都有啥？You can。里面有门。Oh my god. It's spicy 啊。Yeah。喝得惯吗？That's what you were talking about. Yeah. This one. 饺子、牛肉，还有这个菜花胡辣汤，完美！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Well, bicep the hands and touch the table. I mean, you lose. Okay. That's simple, dude. But you don't. Okay, when you finish the table, baby. It's okay. OK。太壮了，长令上。太壮了。长令。One, two, three. No, oh my god. What can I say? I think it's strong. 这像一个小山，这像一个丘陵。Giving up your past, living for the moment. Love is 这桌子要碎了。这桌子要散架了，操！这个桌子。完了，你说咱俩人快不够呀？这个人都不行。That's nice exercise. lighter than a laugh, always moving forward. Got nothing to be sad for. 四个，行了，不，真的，我吃不了，我真吃不了，浪费了。不用，行，你留4个，你们留，你们留4个行，不用，真不用，太多了，8个鸡蛋。你一顿吃3个，一天没了。希望亚楠姐可以拿出瑞典语言证，然后徐哥也可以说开创更多的新项目，你们对，很高兴。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Yeah. Safe trip. 我要出发了，加油！加油 OK， Alright. 好，走了，拜拜，拜拜，喝水。行，过段时间再见。加油三方。啊，加油！出发了啊！拜拜。哇，好重！拜拜。车子还是吱吱嘎嘎的响。等会儿我先去趟户外店。看看能不能买到链条油啊，包括还有气罐这些，把这些先买了。今天天气是比较阴沉的，这边有个公园啊，走在这条小路上，这两边的这种唐枫树，据说这种树还是加拿大的国树啊，两边的这种松树叶就是加拿大国旗上的那种叶子。它是建在公园，还有一些这种小区旁边。夏天的时候呢，也可以遮阴。看，好多人在这里玩飞盘。飞盘不是狗玩的吗？哇，这来回飞来飞去，啊，挺好玩的这个。前方那个 XXL 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户外超市，自行车就放在这一块，锁起来，进去看看。太全了，老大了，这边还有滑雪的、滑水的，皮艇、救生衣。
这还有钓鱼的，玩那个路亚的，好多鱼饵、鱼竿儿。有机会我也整一根，边骑边钓鱼，改善伙食。这不我去年穿过的鞋子吗？这种鞋子很舒服，穿起来。499瑞典钱的话，就是350多块钱人民币一双鞋。看一下啊，大怪是99，100块钱，就是70块钱一个。这种是159一个，将近160啊！这个为啥这么贵？一个2个，我拿个筐子，直接拿上4个。这边服务也特别好，刚才我买这几个气罐，然后那个服务员他就说需要是这种头的，我说我都有。现在去找一下这个清洁剂这一块啊。这是户外的刀子，看能不能找到斧头。这能找到斧头，直接就找到了，朋友们。我去，这斧头这种的，还有这种的，799一个啊！我去，799、800，400多一个斧头，299。这个呢也是299。你再比较这两把斧头，哪一把重呢？这个斧头是300，这个斧头是800，拿个300的吧，感觉都差不多重。Hello bro， 有没有链条清洁剂Yeah, let's see. I look. Okay. This is a cleaner. Clean this. Yeah. Mm-hmm. Degreaser. Okay. Yeah. I look. Thank you. Yeah, no worries. 链条喷射除油剂，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的。链条清洁剂，喜欢自行车。这个，where to settle? Finish. Settle. Yeah, over there. Oh, here. Yeah. Okay. You see. Okay. Thank you. Hello. See. 啊，在这里是吧？ We have to press here. Are you a member? No number. And then we will take a bag. Oh, okay. And that would be 848. 848，将近500-600块钱。OK。And I just need your signature. So just signature. Thank you. And I can take the bag. 自行车还在啊，840多，将近人民币的话就是600块钱吧。买了一把斧头，4个气罐加上一个链条清洁剂，在这把链条啊直接清洁了给。之前老徐他们都是用那个食用油给我清洁的链条，刚好用这个清洁剂。 把这些油全部刷下来了。等到晚上到露营的地方了，我再好好的清洁一下，把后包都拆了。这应该不会再响了。现在再把这些斧头、气罐全部塞到包里。 再去找一家超市啊，顺便在这一块把菜买了。
瑞典这边物价其实和整个欧洲相比，法国、德国那边都是差不多的。去这个吧，丽都，之前是经常去这种超市的。丽都，这种辣椒算是比较辣的啊。1公斤是69.8毛，2斤1斤差不多是34.9。今天晚上就炒2个西湖瓜吧，21公斤。这边是鸡蛋36块9，36块9，然后这边有26的，买这个26块9的就行了。这个吧，这个湿巾，这种湿巾是清洁厨房的，不是我们用来擦身上什么的。但是也可以，就买这种清洁厨房的吧。15块9一包。湿巾、牛奶、鸡蛋、蔬菜、矿泉水，这种水都是带气的，尬死。这种也是一摇，它有那个气泡往上吹，好像就是带气的。我要买那种不带气的。全部都是带气的矿泉水，我已经转了2圈了，没找到那种正常的。这边还有这种柠檬的气泡水。112。No, it's OK。不要发票了啊！今天是高消费的一天呢，我还得再去一趟数码城。从这边往前走一个3公里吧，那边有一个卖那种电子设备的，过去全部看看。尽量把所有的东西一次性全部买齐，应该是开门了。对，我看有人从里面出来了。OK， 直接放这儿了。进去找一找充电宝。又是一个新超市。这次我是从国内带了个锅，外面的锅就不用了，它底比较浅。继续往前。找一些那种小的电子设备那一块，那边还有大彩电、手机夹5999，电视这块是手机区域，找到了，还有一些手机壳。这边一堆充电宝，全都是这种，就是比较小，它是2万毫安，其实也还可以。这个399应该是打折的。直接拿4个，就这4个了。看这个清单啊，它原价是1596，4个充电宝，然后打折完了之后是1276.8毛，相当于一个是319，还便宜了不少。行了，这天也是乌云密布，准备出发了。说下就下起来了，我的个乖乖，这雨点子都挺大的。这边有一个村庄，几户人家，我得赶紧往前走了。刚才是找的一个公交站牌，躲了一会雨，好清脆的鸟叫声啊！在这个地方拐进去，那边就是湖边了。拐进去找个地方去，我以为从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切到湖边的，结果他这边全都是用铁丝或者是用木头围栏围起来，这应该是私人领地，我得赶紧出去，去到马路上直接再往前走，这块不对呀，太尴尬了，跑到人家院子里来了，呀，先到马路上去。往前走走，看能不能找到小路切到湖边。这里没有路啊，从这边走。找到路了，那就对了。啊，这个石头都已经长满了青苔。
啊，这边就是一个保护动物的围栏。我听到下面有人的声音了，进来看一下。这应该是牛屎，也就拉了1-2天。这边我看到了车的印子，有可能从这边就可以下到湖边了。把车推过来，往前走走试试。那边还有几个小朋友在那玩。你看，下面是空旷的一片草坪，好多的孩子，还有一些狗宝，愉快的玩耍。这个地方是没人管的，找到了，被我找到了。哇，哎，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帐篷，是一块石头。这条小路应该就是本地人徒步的一条小路了。这边有块空地，可以扎帐篷。晚上的话风会大一点，但是用水洗洗方便。如果那边呢可以躲风，风大的话可以去那边树丛，然后那边有些树枝啊都是躺着的，可以挡风，那边也不错。这地方感觉太棒了。行了，我就在湖边了。这里有木炭的痕迹，说明有人在这里点过火。湖边的这一片礁石刚好可以挡这个湖水，晚上帐篷扎在旁边也不会被湿掉。看，这里刚好有个空地，四方四角，这边也被人点过火。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完美的露营地呀！这一棵枫树估计得好几百年了，大家看一下有多粗啊！我人站这，刚好有它的1/10。哦，你这些松树，你要在我们老家呀，那些老瓜，那种大鸟，那树上那个鸟巢都搭满了，现在没有鸟窝。哇，树根还在，咵就倒了，然后这一块也倒了。今天的第一天，露营地完美啊！总有一条叫做回家的旅途，孤独少年一直走到了白头。总有一条叫做母亲的河流，在心底静静的流淌。总有一壶叫做故乡的烈酒，醉倒以后解不了思念的愁。总有一首叫做远方的歌谣，准备试一下新的帐篷。这个帐篷、防潮垫这一切也要陪伴咱们1年的时间。接下来就是它了。月光啊，落在安静的山丘。它是一个斜交叉的，这样呢，它的空间比较大，风的流性啊比较好，不会有太多的水蒸气。这还有个窗户，这样撑起来。我也是第一次搭这个。这个门的中间这一块有一个接口卡在这儿。另一个是这，完美，看起来比较饱满，还不错。我准备把那些防潮垫、气垫全部打好气放在里面，把床铺好。现在咱们房子盖好了，床还没有呢。
刚才已经切好了这个西湖瓜，今天晚上就炒一个西湖瓜，吃这个卷饼。这边还有鸡蛋，这个鸡蛋是今天早上亚楠姐给我煮了8个鸡蛋，非让我带着。这个就到明天早上吃吧。给我烧油。大蒜、红辣椒、高丽头。放一点这个调料试一下，爆香爆香！高丽头，西湖瓜，接着高丽头，大火翻炒。哎呦！喷香啊！放点盐，出锅吃饭了。出锅。新鲜出炉的爆炒西湖瓜呀，最简单的食材，特别香。今天晚上的主食就是这个大饼，还得用这种大火呀，才能炒出来的菜格外香。欧洲这边的一些地方，厨房也好，它的火都是电磁炉，特别小。尝一下。好吃。今天第一天露营，就有一种久违的孤独感，感觉好久都没有这么孤独了。但是这个孤独呢，我还挺怀念的这种感觉，一下子就拉到了之前了，好爽呀！现在这海浪声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些鸭叫声、鸟叫声。今天晚上可以睡一个好觉。一个饼不够吃，再来一张，继续焖着。我已经吃饱了，锅里面留了一点点菜啊，因为如果我把菜都吃完的话，明天那个早上早餐的鸡蛋就没有菜下去了。就着吃鸡蛋，远方的这个湖面和天变成一个颜色了，太漂亮了。刚刚去湖边又坐了个10来分钟，这温度也不是特别冷了，已经没有零下了，下周就开始冷了，冷也冷不到哪里去。我这个睡袋也没问题。保暖裤、保暖衣，这样睡得舒服呀。进入睡袋，安全度过一晚。刚刚下了一点小雨啊，现在雨已经停下来了。看一下自行车还在不在？自行车还在，
今天又是阴天。昨天晚上把这个斧头放在旁边了，也没啥野生动物。防潮店睡觉睡斜了。哎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现在正在环球骑行瑞典。今天已经是3月24号了。昨天晚上我是在乌普萨拉省的艾克恩湖，在这个湖边附近找了个地方露营，安全度过了一晚。再往前走的话，就进入斯德哥尔摩省了。好像是下的小冰雹呀，小雪花。因为我帐篷里面是有温度的，都化了，又下起雪来了，巴拉巴拉的。要是带根鱼竿的话，可以钓钓鱼。没有，啥都没带。再往前走一走，去那个密集的里面，找个没人的地方刨个坑再说。瑞典时间下午的5点21分，我刚刚也是犹豫了好长时间啊。现在所有的行李垃圾全部已经整理完了，刚刚还下了一场大雪。我今天计划呢，再返回亚楠姐家里，把我现在用的这个帐篷放在那边，然后把我去年用的那个大帐篷1室1厅的再带上。这个帐篷对于一般的骑行徒步啊，已经很够用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空间有点小。它的防风、防雪、防雨啊，保温性都特别好的这个帐篷，但是空间小，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扩大空间。出来也不远，10公里左右吧。现在返回去把这个帐篷放下，那个帐篷拿完之后，明天再继续出发。现在把车推到大马路上，再返回去乌普萨尔。昨天一天在这边露营，也算是整体的测试一下我的装备。有些装备升级的确实不错，像那个充气泵，之前是用嘴吹，吹的腮帮子也痛，还缺氧。今天这个气泵升级了，感觉方便多了。还有就是做饭的柴火炉啊、气炉啊这些，我还在那边生了一把火，烤火、听音乐、喝茶来着，都挺好的。帐篷空间再大一点就更完美了啊！像我这种完美主义者，必须要返回去，就是再多跑这20来公里。这吱吱嘎嘎的声音，一进个村啥的，一听就是你。哎，开着灯呢。在的，吃东西呢，我天。surprise！ 我又回来了。现在怎么样？啊？就是在外面那天吵不吵？还行。你吃饭呢？对，我们刚刚好。哎，刚好鸡腿，趁热乎赶紧吃。买了我。赶紧吃，赶紧吃，还有好多。等会儿那个还有饼啥的。还有点米饭。还有买了一点香蕉。那我就拆开了。啊，对，赶紧吃，要趁热。OK。刚好啊，他们都在吃饭。这天呢还没黑，我赶紧把这个帐篷扎起来试一下，看看这2个帐篷的铝改合不合适，就在这个地方扎吧。还是这个帐篷啊，看起来比较实肘啊，大大的，宽宽的。看，这都是当时过海关的时候给我捅的，新买的帐篷，为了检查都给我捅烂了，然后我又买了补丁，全部给补起来的。整体的话是没有再有漏洞的地方了。然后我再把里面的内帐挂上之后收起来，以后还是用这个帐篷吧。那个帐篷等到天气超级热的时候可以再用。昨天晚上又在亚楠姐这边待了一晚，现在把自行车还有所有的行李全部收拾好，就要继续出发前往斯德哥尔摩方向了。他们都已经上班、工作、上学去了，我也要继续出发了。这次就不道别了。哇，今天天气还算不错，好多的一些幼儿园的小孩
在那边上课呢。出发了，朋友们！今天计划前往34公里的地方，有个叫麦神塔的一个小镇子。到时候我从斯德哥尔摩回来之后啊，还会再回来一趟。斯德哥尔摩这个牌子就是乌普萨拉省和斯德哥尔摩省的两个省交界处了。过了这个牌子就进入斯德哥尔摩省了，离开乌普萨拉了。刚刚这一路过来，又是下雪，又是逆风，又是上坡，现在终于能出点太阳了。天空中还在飘着一点点的小雪花。它那个房子的墙上啊，全部都是用轮胎吊在了墙上，有奔驰，有比亚迪，有宝马，哇，感觉还蛮有意义的。我这路过，刚好这面墙就把我的脚步给停下来了。留影打卡，奥利给，奥利给，耶！在这好冷清啊！你像这么房子盖得这么好，这路上都看不到一个行人呢。这个超市我都怀疑它开不开门呢。逛超市，拖个车子。哇，这么大的草莓呀！哎呀，来一盒400克。再买根大葱。2根胡萝卜。看到排骨了，38.9这么1公斤吗？哦，1公斤是121.56，一袋应该是38.9，就买这个吧。怎么这么贵？19。大饼16.9块。200磅，好
好，好。Video picture. I have YouTube.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Tao Sanfeng. Yeah, very Chinese cool name. Viking from China. Yeah. I will never. You're a student. Yeah, we're going to swimming with the school. Swimming student. Swimming with school, so we get graded on swimming. Hey, Antonio. OK，走的人越来越多了。OK， 拜拜 ，Thank you， 拜拜。出来之后被人围观了，我天哪！这几个小伙子，这才下午的2点钟啊，天就已经黑下来了。刚才路边灯都亮起来了，水天一色，这种感觉有一点小忧郁啊。我就沿着这个湖边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帐篷扎起来。今天把大帐篷一换，空间大多了。哦呦，这水中的鸭子。哎，这个地方还有板凳呢，还有板凳，还有一个烧烤炉。哇，不错呀。Hello， 美女，Yeah。哦。哦，你好，哦，真听话啊，这个狗。Your dog how old? 5 years. 5 years. 哦，5年了，5岁了。嗯，一会儿咬草，一会儿咬木头。好狗 ，good。哦。嗯。Your friends forever. I like dog. I have a dog, but home. Okay. China. In China. Where in China do you live? China is Shandong city. Okay. You home here? Yeah. You see the White This. House down there? Oh. That's where I live. This. Oh. This is the very first capital of Sweden. Sweden. So it's over 1,000 years old. This city. Oh. This city. Yep. 1,000 old. Years old. Okay. Are you filming the whole trip on your Insta? Yeah. Yes. You have? I have one. Yes. Oh. I have 2 this. Okay. 2 this, one GoPro. On GoPro. Yeah. I have a couple of GoPros too. Yeah, and I like a video on the photo. Yeah. Yeah. He can eat this. No, he can't. No? Oh. No. 他不吃草莓。Okay. Eat this, okay.
Just a small piece. Small. A small piece. Yeah. Yeah. Come on. 啊，我要把这些牛奶水整一整。I'm here cooking. Sleep here. Perfect, perfect. Bye bye. Bye bye. Okay. See you.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Tao. Tao. T-A-O. Yeah. And you? Ons. Okay. Nice to meet you, Ons. It's P. Vinci. Vinci. Som Leonardo da Vinci. Oh, Vinci. Yeah. Nice to meet you, Vinci. 老人与狗。现在下起了雪花了，竟然！看没？这个灶台我就当做厨房，直接就地取材了。这个铁壁栏呢，它下面可以防潮隔湿啊，把帐篷就扎在这一块。自行车等晚一点的时候我就放在这里。但是今天做饭呢，我就简单拍几个。我准备把手机直播跟大家玩一会儿，绝美啊！起锅烧油喽！朋友们，大家好呀！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喜欢啊！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天呢，我是准备这个啥排骨，咱们来一个排骨。焯好水的排骨、胡萝卜、玉米全部放到里面，然后等它开锅炖上个1个小时就可以吃了。今天做的这顿饭绝美啊！这个汤呢留着，明天早上的时候啊泡一个饼，然后一锅骨头呢，我已经放在那个小碗里了，还剩下3块骨头，明天刚好再泡一下，也有骨头吃。现在准备把这个垃圾啊收拾收拾，然后再把帐篷扎起来，睡觉休息。对面是万家灯火亮起，所有的东西呢也都已经收拾完了，所有的垃圾全部装兜，帐篷里面蔬菜、水、气垫、枕头全部弄好了，单车就放在外面了，锁上。这地方也没啥人来，现在这雪已经下起来了。瑞典的这种氛围啊，为啥说他们这边每年的抑郁症患者高呢？这边还好啊，你们看这个树林子当中。好忧郁啊。
老大了，这雪花。它帐篷是刚晾干，又下起来了。打开晾晾吧，这雪一直不停，没办法，收拾收拾出发了。我背的这个包啊，后面有一个中国的英文标志。刚刚那位老妇人她说你是来自中国吗？问了一下，告诉我这边走不了，因为它这里封住了，要从这个门里进去。这个门还是一个16世纪的时候的皇家陵园，这里面的一些动物啊，包括植物啊，还有一些古建筑啊，应该不少。我准备从这个皇家陵园穿过去，它就是一个城市的公园啊。现在穿过去进市区，看这门口都有简介的，好多的一些骑行跑步的呀都在里面，环境不错。这栋房子是一栋老房子啊。看起来特别的古朴有质感，遛狗的好地方呀！大草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瓦萨斯塔登的西北部啊。在我的身后呢，有2座摩天大楼啊。这2座大楼和前面的房屋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感觉像是来自于未来世纪啊。因为它的设计师是来自于荷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就是首都那边，可以看到很多大小不一样、颜色五颜六色。比较奇奇怪怪、脑洞大开的房屋，包括成龙大哥之前拍摄的《我是谁》、方块屋，还有跳的那个大楼，都是在那边拍摄的。所以说，荷兰人的脑洞啊，真的是太新奇了。这2栋大楼感觉像那个俄罗斯方块游戏一样，一块一块的。刚才我也数了一下，费老大劲了。这栋楼呢是33层，这栋楼的话是36层，估摸着有120米左右的高度啊。里面住了多少户就不知道了。上一次骑行来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啊，由于时间上比较匆忙，就没咋逛。这回咱们穿越这2座摩天大楼，去市区里面好好的走一下。哦，汽车有汽车的道，自行车有自行车的道，人有人的道，井然有序，各有各道。这一些的居民楼呢，就感觉是上一个世纪了，大小规格、窗户都差不多了。道路的尽头那座高高凸起的塔呀，也是斯德哥尔摩的著名景点之一。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啊，瑞典的会议勋章呢就是3王冠尖塔，这3个尖塔就是前面市政厅的那3个塔尖。
过去看一看。 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Yeah. You come here Yeah. by bike? Yeah. Oh my god. 7 years. 7 years. Yeah. Yeah. Okay. Oh my god. Can I take a picture? Okay, picture. No problem. One, two, three. Yeah. 7 years. Okay. Do you need the coffee or for Mecca? If you need, I have office. Let's go. Yeah. Okay. Let's go. This. Chika. Yeah. I have tools Okay. and everything. Okay. Thank you. No, What's your name? Andrea, Andrea. you? Sanfeng. Sanf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Oh my god. Oh my God. You're from Sweden? Oh, Italy. Italy? Oh, you have Instagram? Instagram? Yeah, Facebook or I have Facebook. Facebook. Yeah. Oh, okay. I can search you if you get. Let's see. You are recording video YouTube or I have YouTube. YouTube have. I have. Yeah. Mhm. I can take it. Okay, let's coffee. Yeah. Me. Google Translate. I'm English no good. Oh, it's just Okay. Here? Oh, nice. Back here. you come here. Bike? Yeah. Is this your home? No. No. Shopper. 哦，我的自行车是脚踏这块，好像是没有油，坏掉了。啊 Inside. Yeah, inside it's no good. Oh my god. I don't know. Need to change. 嗯 Change. 啊， Yeah. 终于找到毛病了。 If you need 啊， chain lube, 这个 OK。Yeah. OK。 Yeah. Ah. Yes. 好，我再上上，行了，就打打油就行。嗯。Nice. 这个脚踏子我本来也是想换的，它打了油，估计这3、5天应该都不会再响了。它主要是一淋雨吧就响。哦 ，work。啊，他们工作的地方，一个小阁楼。对 ，Thank you 啊，又多了一个关注。是北京，是山东，济南，山东，山东，济南，北京。Okay. Yeah. Och sen I'm here. Back and 3 Mongolia? years. Yeah. Wow. No. Only China. Only China. No, China. Yeah. 3 years. 3 years. Wow. Yeah. Wow. So now you're cycling around the Nordic countries? Norway, yeah, Norway. And Yes. And are you gonna cycle more in Europe, or have you already? Norway or down or plain? 我会在冬天到达芬兰，在那边露营看极光。Yeah. Oh. Wow. Oh. You sleep here today? I'm sleep a tent. Tent. Like you sleep here? I'm cooking tent. Yes. 我是1个月会住2到3次的宾馆充电。 3 times a month to charge my battery. Oh, nice. Tent. You want to sleep from us? Here? Yeah. Charge Today- battery. today- Yeah.
Okay. Yeah. Sure. Okay. Yeah. No problem. Nice. Yeah, perfect. 晚上我可以给你们做中餐。 Probably fine. I can cook you lunch in the evening. Wow. Nice. Nice. I need to think about it. Okay. You think? You think, yeah, to say here or another house. Oh.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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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But Thank no you, worries, friend. no worries. Yeah. But Stockholm. Stockholm. What do you want to see? What do you? Oh, me? What you want to see? You. I'm look this. Yeah. And this. Yeah. I want to go this. Yeah. Very special. Oh, I know. You yeah. know, yeah. Yeah. I want to. Yeah. Yeah. Nice. I want to Nice. Very good. Very good. Oh, Wow. Maybe tomorrow. Tomorrow. Okay. Mm-hmm. How many days you're in Stockholm? 1 day and 2 days. Maybe. I need to work You need to work. now. Yeah. Okay. And do rounds. So take your coffee. Take a, I'll use this bag to Yeah. people flower. and the holders. Oh, 1, 2, 3, 4. 4. Yeah.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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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time? Yeah. How time? How much? How much? 40. 1 hour. 1 hour. Yeah. One hour. Nice. 这全都是花，这应该是别人订的，然后他过去送花。这块区域还是挺繁华的，不知名的广场。我要想找我们骑行在路上遇到那种大型的超市，这块还没有，都是一些小超市。从最繁华的区域啊，跑到边上，跑了得5、6公里了。现在回去啊，因为我去了好几个，都没有卖整只鸡的，全部塞包里了。回去得准备食材那些，估计他们都已经忙完了。Oh. But when were you going? When? Going Uppsala. Uppsala. When? Tomorrow? Tomorrow, maybe tomorrow. Good luck, my friend. Thank you, friend. Okay. Have a nice one. 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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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在我锅跟前呀，把这些柴米油盐，包括这一整只鸡肉，全给剁完了，上去洗一洗，控干水分，给他们表演一波做饭。TAOSANFENG。OK。哦，这是那个。Oh wow! You cycled for 7 years, I heard. Yeah. That's crazy, man. Thanks. Spicy, too much spicy. 我拿出了辣椒，这小狗有点蒙圈了啊。现在咱们的食材呢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这一屋子人啊。Are you ready? I'm cooking. It's cooking time. Okay. 再来点。 7 years, 3 years in China, and then he went to Tanzania, Congo, okay. and like a little bit of Africa, and then Serbia, Italy, and I came here. 这小哥给我介绍我骑行过的国家。Was it the same bike? Same bike. Only bike. Only that bike. Yeah, only bike. Yeah. Only Which one. How the cycling through the ocean? Yeah. Okay, wait. Okay, let's. 先把这个姜炸香。葱姜蒜搞里头，干辣椒、八角、白芷、香叶搞里头，是生抽。
Men det känns också så här. 老抽上色。灵魂豆瓣酱。哇，这个味道太爽了！不要。香不香？又来了新朋友啊！ I don't eat meat, so I don't. Okay, no problem. This is Chinese food coming from China after 7 years. Crazy. It smells so good. Thank you. Okay? Yeah, thank you. Okay. Special. Yeah. Very nice. Thank you. You want? I taste it. Yes, cheese. 对，尝一下。我这有筷子啊，我也来尝一下这个鸡肉。我感觉今天是超常发挥。You want to have？ 有点辣，但是我吃的还好。来到他们的这个工作室，给他们做了一顿炒鸡，留下美好的回忆。说人太多了，不够分了。OK，no problem。说我的慢慢吃吧，晚上我要饿了再煮点面。他们说很香，然后那个大哥也要试一下啊。来，我给你倒着，这样啊，哎，对，这样快。Thanks。这全部就结束了。OK。呀，光盘。OK。这小哥已经出饭了。OK。你好。好，This me. It's just a matter how you saw them. And knowing how to change the things you've been through. I feel I've come to realize how fast life can be compromised. Step back to see what's going on. I can't believe this happened to you. This happened to you. Part of me won't agree, 'cause I don't know if it's for sure. Suddenly, I don't feel so insecure. Part of me won't agree, 'cause I don't know if it's for sure. Suddenly, I don't feel so insecure anymore. It's just a problem that 现在他们在看我的自行车啊，有这么夸张吗？OK， 他们真的人特别好。今天晚上这个小姐姐，她有个房子让我去住，然后地址也发给我了，距离这边有9公里多。等会儿呢，还是去这个哥家睡吧，因为那个姐妹家嘛，她也是11公里，这个哥哥家呢也是12公里，也不应该哥哥，他跟我差不多大，27，跟我一样大，27。我碰到了一个会中文的朋友啊，那个小姐姐叫来的，也是她的朋友。瑞典欢迎你，瑞典欢迎你。他中文说的还可以啊。我的中文好。而是我们都是朋友们，对，都是中国人、瑞典人，我们都是朋友们，这是因为我们都是共产人。
so insecure. Suddenly, I don't feel so insecure. Part of me won't agree, 'cause I don't know if it's for sure. Suddenly, I don't feel so insecure anymore. 在人生的旅途中，有些相遇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短暂的交流也是命运的缘分。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我用一顿跨越山海而来的山东炒鸡，结识了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总会相遇，也总在离别。有时候我越想看明白，越看不明白这相逢与离别。意想不到的开始，让我的生命变得鲜活而灵动；猝不及防的结束，整个过程的激昂，令人意犹未尽。远方的天空、原野、星辰、大海，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这是属于我的一段平淡的、让人回味的旅行故事。如果注定要离别，相遇的意义是什么？安全度过一晚。在。昨天看的天气预报是要下雨的，所以就把自行车放到这个里面了。因为外面挨着这个骑行徒步的路也近，这样能安心点。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现在正在环球骑行瑞典。今天已经是3月的最后一天，31号了。今天开始啊，北欧这边已经正式的进入了夏令时，原本和国内的时差是7个小时嘛，今天变成了6个小时了。这就是我昨天晚上露营的地方，有一个烧烤区域，那边有几个板凳，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干柴可以生火做饭取暖。我已经露营了快1个多星期了吧，1个多星期没有洗澡，没有充电了，电量不是很足了，所以今天晚上呢就不扎帐篷了，订了一个民宿去住宿，好好的休息2天，洗洗澡，充充电，整理整理装备。因为休息2天之后就4月2号了，4月2号呢，我将会从瑞典的阿兰达机场飞往波兰的首都华沙，然后从华沙再前往卢布林。去那边拿我的欧盟通行卡，办了1年了，终于下来了。进入瑞典的小农村，这公交车上都没人啊！这导航走大路，走这边。哎，这能走吗？哇，人家这个小房子，你看看啊，有意思啊！感觉他们村里人生活的格外舒适啊，人没有像首都那种这么繁华拥挤，安安静静，就像生活在大自然当中啊。每一个村子的中心啊，或者是头上，你看都有一个这种娱乐场所，小孩子踢球的、滑滑梯的、遛狗的。
幸福生活呀。这个地方啊，就是我昨天晚上第2个计划来的地方。但是呢，我又考虑到这边居民比较多，你看，对面全都是一个居民楼啊，包括那边还有教堂啥的，所以我就没有在这里。原因是因为人多，上厕所不方便，所以我选择在那个地方。人少，城市的边边角角。今天幸亏是没有太阳啊，这不黄金大楼吗？它要有太阳反射，肯定黄灿灿、不灵不灵的。我要去前面那个超市买点蔬菜水果，把这几个瓶子给它兑换了，2、3个。自行车就放在这个超市的门口 ，RCA， 这里面有几个瓶子兑换掉。逛超市，来，开始了啊！找这个瓶子吧，1个。2个，3个，你看3个，2个4块了，3个6块，还有一个小的4个。然后点一下这个，来，小票7块钱啊！等会咱们算账的时候，这个就相当于7块钱了。这个超市算是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蔬菜啊、水果这些。看这个人流量稀稀松松。很多的一些超市都没有这个盐碎的，那就剩下3把了，不太好。胡萝卜带草的。Hello。Thank you。这些东西一共是花了137，然后咱们这2天攒下来的几个水瓶子是7块钱，就顶了7块钱，130。我这还买的水呢，买了1瓶水又。我刚才就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比较古老的石碑，旁边呢是有简介的，这一看就是山泉水嘛。水质比较清澈，冰冷刺骨啊！这太阳应该是母亲和孩子在一个城堡当中生活，手里拿个桶啊过来打这个山泉水。早知道我用那个瓶子就不兑换了，在这边接点水，今天又够了，省下水钱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瑞典遇到这种正儿八经的山泉水啊！尝一口看一下。感觉跟那个矿泉水的味道一个样。哇哦，黄羊休想跑！所以这树林子里面的野生动物还是不少的啊。大屁股羊，我都不知道我是进入了一个什么地方啊！好多的一些设施，好多小房子，连个人影都看不见。这里面有养花的，还有一些自行车废弃了，门前杂草丛生。这房子看的都挺好呀，连个人也没有。我是走了一条近路啊，你看它导航是不这么导的，它导航是让我走大路去。完了，我是横切了这片树林，直接横切过来的，这样近呢，还有点吓人呢。这阴天，这种环境，深山老林里面，前方的那一片镇子里面，就是我订的那个民宿了。到了，这天黑之前刚好到达，还得跟房东说一声，我已经到达。好像就是这个房子。前面这个黄色的房子好像是这个。
哦，找半天。哎，你好。住宿是吧？你是中国人吗？哦，哈哈，你好，你好。哦，在后面啊。我要从这儿过去吗？哦，我是骑行的，骑行旅游，从中国骑过来的。从中国骑过来的？啊，今年是第7年了。你之前去过哪里呢？之前走了17个国家了吧？哇塞，对，从意大利那块儿。那你怎么从中国出来的？我从中国飞到了非洲。然后你的车怎么弄的？跟人一块托运走。哦，可以呀，这挺有意思的嘛。你就把车停在这好了。哦，就停这啊？行，那太好了。对，然后我差不多也要走了，就告诉你。哦，好。明天那个房没人住吧？没人住，你再延长一天好了。行，那我就再延长一天。对，自己锁掉啊。好，先在这放一下。好，这个密码就是你先摁一下这个星号键啊，这不是星号嘛？然后你摁密码就变成绿色了，它就可以跑了。好。你是体育学院的？没有，我就是骑行旅游。对。我没想到你是，我以为是中国人。好，太年轻。哎。那个我跟你留言的时候就说过，你的房间是在楼上嘛，就是这两个都可以用，看你的选择。我看一下啊。随便啊。行。这个。这个。对，这个那就这个吧。可以用，这个也行。哎呀，我还怕你冷了，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怕冷，给他搞得套了厚被子。这也有一个。没事吧？没事的。你在这生活多久了？7、8年左右。7、8年了。好嘞。然后卫生间。看一下。这啊。行。好，太好了。浴巾我好像是放在你的床上了。呐，就是2楼我都可以用是吧？对啊，这个你都可以用。好嘞。不是各个房间都用完。我不是各个房，我就那个睡觉一个房间。我说客厅我坐的啥的。行了，你坐着就好了。那个 WiFi 你知道的吗？行。我要是做饭的话，在这里做饭是吧？可以啊。然后到时候我的车子和行李存在这儿呗。存在这可以啊。对，到时候你可以。可能3天或者5天吧，然后我再回来。现在我把所有的行李全部搬到了房间里面，自行车就先放在外面。刚刚也跟老板沟通了一下。再过2天我就要前往波兰了，我就把自行车还有所有的行李寄存在这块。老板让我走的时候呢，把所有的东西放到这个别墅后面，还有一个小房间，3、5天的时间我再过来取。我订的这个民宿吧，它是一个什么类型啊？就是2楼，整个2楼全部都是客房，一个客房呢1晚上是400多人民币，这400多人民币包含的是1楼的客厅、厨房、厕所，2楼的客厅、阳台都是可以公共使用的。就说再来一个人，他可以住到另外一个房间，也是用这些。只是这2天吧，我是订了2天一共是花了800多。这2天的时间，这边是没有人住的，老板是不住这块的。他过来呢，就跟我告诉一下厨房冰箱厕所这些使用，包括门的密码这些。老板他已经离开了，所以今天、明天这2天我一个人在这边待着。这个房间整体的一些建设跟外面的他们本地人住的规模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这种上下2层的小别野。这个就是大门，刚刚我就是从这边进来的。进来之后，那边是鞋柜，右手边是一个客厅，沙发、电视。可以看到这个房间挂了很多我们中国的元素你看图案。那边就是厨房，老板也是给我们这些住宿的准备了蜂蜜还有茶叶。这边也是个吃饭的地方，整体特别温馨然后从这边呢还有一个过道，它灯都是声控的这个就是刚刚的卫生间。
等会儿我再洗个澡，里面的洗发精、沐浴露都有的。这是整个1楼，其他房间的话咱们就不需要再看了啊。上楼梯，2楼呢，这就是我刚刚说过的客房，1、2、3、4、5，一共是5个客房。我是住的这一间，这边有一个小的客厅，这个就是阳台啊。哎，这边还有一个吊床，好冷啊！这边出去啊，那边还可以转过去，有一个特别大的阳台。天气好的时候呢，可以在这边晒晒太阳，喝点茶水。先看看床，哎呦，太悬了！睡床的感觉真是太爽了，不用风吹雨淋了。今天我这一路过来，大家也都看到了，拍了很多的一些小房子，有黄色的，有白色的，有蓝色的，上下2层带这种小阁楼、小院子。我也是呢，特别好奇里面的一些房屋啊，里面的一些装修风格啊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次入住到这边一来啊，我能感觉到都差不多，应该也是这种进门啊、两边啊、走廊啊这种。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温馨的，主要是咱们这个房东呢，他是中国人，所以墙上的一些壁画呀、桌子上的一些摆件啊，都突出了很多的中国元素。像欧洲这边的一些老外，他们来旅游住到这个民宿，一看这么多的中国元素啊，加上一种西方的这种装修风格，中西医结合，所以这个民宿的评价还是挺高的，所以我就来了。主要呢也是离着机场近，从这边到阿兰达机场吧，只有9公里。过2天我从这边去机场，我就打一个 Uber， 然后就直接过去了，整理整理随身用品。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托包呀重新整理一下，包括要充电的设备全部充上电。不错，一个人住栋大别墅，爽歪歪，准备洗澡去了。
经取了票，过了安检了，包包再过一回。我是从瑞典飞往波兰，一共是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次来波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拿欧盟的居留卡，这张卡是用了1年半的时间，已经办理下来了。后面的签文件、录指纹、拿卡流程，未经允许就没有再拍摄了。好消息就是居留卡已经在手里了。这件事是我在欧洲骑行最重要的一件事，也算是彻底解决了。接下来呢，就是再见一位老友，用1天的时间学习一项新的技能。耳盒给它配上，然后配了点软耳。都在放着里头。哎呦，舒服的很，像个小钱包一样。然后你得买点这种米诺，但这个有点贵。你看多漂亮，哇，这个太漂亮了，起码给你整个10克的，10克也行，10克就对了。我给你看啊。10克抛得远，8克，对，抛得远一点。这个 VIB 就是通过震动来诱鱼，这是9克的，选个几个嘛？一天能拿几个？2个就够吧？不够，这他妈起码拿个4个、4、5个，9克。你相信我，我一定要跟你讲，一定要摸清楚水域，然后再使用这些容易挂底的饵，明白吧？有些水域它就特别挂，有障碍物，你不会控水。这种呢？这是微物用的，很小，看到没？你现在杆子是钓巨物的。飞特，来，走谁了？走开！你看，走开！过去。什么呢？应该是这样的。哎，还真是这样。然后这时候把刹车锁死，这个线就会更加的规矩，知道吗？好，这个时候，这拇指对插在里面，好，我们就开始可以缠线了。现在我们开始干嘛呢？是打那个钩是吧？打一个前导线的目的你也已经清楚了吧？增加隐蔽性，防磨，防咬，耐磨，防切线，然后节省成本，保护主线，对。这个线上面有色素，对，阿美吧，然后给你留个完成，完事了。我操，好大鱼大！哦，我操！哦，来，快！哦，我操，这么大！哦，这个把我操，我这么大！我操，信不信吧？真他妈爽了！我操！你用的软饵是吧？软饵，那它跑不掉了。跑不掉了啊！给它弄上来吗？杆子别放后面，拿走，有点踩到了。这个钳子我不会，怎么弄？你跟我说。它跑不掉，来，你多溜会儿，多找找感觉，知道吧？先是你放线嘛，让它多跑一会儿啊。不用放线了，对，其实钓鱼的时候，线和杆子和鱼一定要成一个拉着的状态，一松线它就可能。行了，它已经废了。这什么啊，这么大！小心啊！小心喽！行了，放着，去，牵头给我抱住，基本跑不掉。我先看，把我手给勒死。接住了啊！哦，我操！我去，看到没？牵头钩一旦跑进去以后，它基本跑不掉。
他这个是他可能想吃，但是你他妈真牛逼，你真牛逼，新手保护区，新手保护区。我操，他能挂一个这么大的我，他这眼睛巨大。OK， nice， 太棒了！来，我给你拍个视频。等等，我给你拍个视频啊。这是第一次带陶三丰淘来钓鱼啊，新手期刚学会路亚就上了一条巨物梭鲈鱼，欧洲梭鲈鱼啊，大不大？就问朋友们大不大？头大。欧洲梭鲈已经出师了啊！今天第一天刚教到钓鱼就已经上巨物，欧洲的资源就是这么好啊！哎呦，谁的杆子？老吴的杆子2000多。谁教你钓的鱼？老吴教我鱼。说了，今天你上巨物真上了啊！收回来，抖不抖？抖，你看抖，它不抖，我操！不是，不抖，我操！我他妈挂底了。对于钓鱼爱好者来说，有种不可言语的魅力。与大鱼的博弈，你争我夺，斗智斗勇，满足心中的征服欲。第一次接触这种钓法，用小鱼钓大鱼，看似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里面的说法实在是太多了。鱼竿有软有硬，有长有短，鱼线的粗中细，主线子线怎么搭配，怎么捆绑，连接的方式，绑扣的手法，什么是葫芦别针、美式别针、旋转别针，还有鱼饵的种类，软饵大大小小，几克的铅抛的有多远，钓什么鱼，硬饵的不同， VIB 铅笔爬坡等等专业的术语，一时间吸收大量的信息，感觉脑子不够用了。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以后呢，在环球骑行的路上，能不能钓到鱼，能不能吃上鱼，就看自己的感悟和经验了。我们告别了，到时候有机会我们北欧再见。好，钓起来，等着你上巨物啊！一路平安。这套杆子就代表着让你大红大紫，一路平安。谢谢老师传授经验啊！江湖后会有期，后会有期。OK， 飞特，你涛哥要走了，再见，走了，拜拜。这是飞特，我那个大饵呢，跟飞特是兄妹。哎呀，今天要返回瑞典了，走了啊！好，好，行，拜拜，出发。大家好，我是陶三丰。这次前往波兰待了3天，和好兄弟短暂的相遇，又再次分别。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省的西格蒂纳，这是一个小镇。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这片森林当中，悬崖之上，安全度过了一晚。今天又是雨天，我发现我是走到哪边下雨。刚到波兰第一天下雨。返回瑞典第一天下雪，今天又下雨，所以我今天准备再在这个地方露营一天，生火做饭，装备要重新整理一下。明天继续出发，就要开始穿越瑞典前往挪威的路程了。中午的12点，这个雨是刚停有10分钟吧，所以今天我也不收帐篷了，自行车是放在这里的，也没有锁。这个树林子当中呢是没有人的，这边也算是一个远足区。哎，我发现那边的天已经晴了啊，估计这个风慢慢吹的话，这个乌云就吹过去了。刚刚我跑到那个悬崖下面，捡了一包干柴，看，这都是没被淋湿的。等会儿咱们在这个地方斧头劈点柴，把我们的烧柴炉拿出来，生火做饭。这就是老吴送给我的这个红蜥蜴啊，一根鱼竿。路亚寓意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如果能钓到的话，就可以炒个鱼吃。跑不远呢，
我能控制住它这个线卷，它不卷，就是转速太快，它线往外突突，它不突突我能就行了，不然炸线了我自己也不好解。又起风了，我在那甩了1个半小时，连个鱼影子也没见着。我寻思钓个鱼吧，起锅烧油，今天咱们炖个鱼、炒个鱼啥的，结果没钓着。哎，真是个技术活呀，这东西。我发现离开老屋之后，这钓不着鱼了。哎，改天再钓吧。反正每天这样练练这个抛竿啊，防止它炸线。反正越来越熟练之后嘛，后面的路上等到天气暖和了、升温了之后。那个鱼应该会吃东西，现在应该是太冷，不吃东西，不管它了，我吃。是昨天晚上剩的那些瘦肉啊，还一个葱、一个蒜、一个姜，然后切吧，炝个锅啥的，把面条煮一下，煮个面条。哎，行了，朋友们，生火做饭，今天在这边待一天，明天呢算是正式出发，把所有的事吧都已经解决完了，卡也拿到了。接下来咱们平平安安、顺利完成这趟极光冰岛之旅。出发之前先围着车转一圈，没问题了。今天呢是前往瑞典的一座中部城市韦斯特罗斯，全程是60公里。现在我要就近去找一个超市，差不多是12公里，先把水、吃的买一点，水也没了，吃的也没了，现在肚子还有点饿呢，准备出发了，朋友们。这块他们是在盖房子呢。应该是打的地基。我去，加油，加油！1号垃圾箱啊，这边是这个溜溜瓶子。2号垃圾箱，啊，这边都是袋子了。行了，其他的剩下的这些瓶子呀，都可以拿到超市里面换钱去。这应该是松树，上面还有果实，红色的。2棵松树拦住了，连根都撅起来了。从这个地方我看到了这个车印。哎呦我去，这还不好下。
看这大树根连根托起了。啊，好，哦，累。这几棵树枝都没被砍，一下子有一种回到了非洲塞伦盖蒂的一种感觉。大草原，快到了，我赶紧，我要饿坏了，渴死我了啊！你好呀，这个。拿个小筐子。看这个大哥拿了很多这个我也来一个。甜甜圈，这个甜甜圈。再来一个这个吧。看我看到啥了？老抽。唯独就中国汉字的就这一个，其他都是日本、韩国的这个酱油、醋调味的，还有这个拉面、寿桃、非油炸，必须支持，来一包，不吃也带。这些水的话都是带气的，菠萝的14。然后我们买水的时候呢，这个钱的话已经付过了，到时候这个瓶子可以再拿过来兑这2块钱，14.95。好了，就买这么多。4个甜甜圈，1包咱们中国的拉面，牛奶、梨，还有饮料水加这个饼干，一共是花了177.34瑞典钱，这合人民币的话应该在120块钱左右。有一种奶油的香气，这个面包这个它的口味比较偏向于老外了，有一种艾草的那种香味儿，还可以，挺好吃的。他们的主人回来了。It's okay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快到恩雪半了。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块露营，然后骑行了12公里，到达了格里比尔。从格里比尔再前往恩雪半，晚上我就去这里。这边是韦斯特罗斯的湖边附近，差不多还有45公里啊。然后露营的地方呢，我也已经找好了，看没？这一看就是本地人啊，他们散步遛弯的。这是一个小木桥，哎，走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个篝火的这个区域啊，烧烤盆。这个小木房子应该类似于丹麦的那种小木屋，所以今天晚上挡风又躲雨 ，nice。等会儿过去之后啊，找个超市看看要不要再买点肉啥的。还有40多公里呢，差不多4个小时吧。看一下这个超市旁边的加油站啊，
刚刚有看到有好多司机在这边加油。啊，我明白了，这边是95，这边是85，然后加多少？你看95的是18.59，应该是1升，这个85的是14。加完之后呢，这边是刷卡，哎，有这个 Visa， 有这个，还有这个输入密码 D 啊，这边好像是现金，自己加油。国内95的油是多少钱来着？这边你像它19，将近20，哦，折合人民币的话，一般是12、13左右1升，还是也是挺贵的哦。行了，就继续出发了。对，还要把木头给推开了。环球骑行7年了。也走过了很多国家，看到了每一种不同的生活。随着走过的路越来越多，经历越来越丰富，自己的内心感觉越来越复杂。有时候某一个场景、某一个动作、某一个瞬间，都会很容易被触动。重新踏上了旅途，寻找自己的那片风景，这种感觉又被触动。而最好发泄的途径就是哭，也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一个真正治愈、发现自我的过程，在探索内心世界的同时，也在为别人的人生增加色彩，用爱与勇气治愈一切，生活也会回馈我们温暖的阳光。路上的感觉真好。这我喝的，这个也是我喝的，这个是捡的，这个是我喝的，啊，放反了，机器还不收。这个是捡的，这个也是捡的，还有一个。好了，哦呦，10块钱，捡半天才10块钱。来点这个虾仁，赶紧过去看看那个小木屋咋样。哎呀，咱们得看好标志牌呀！哎，别又进去了。啊，这边是介绍的整个桥，还有整个徒步的路线，介绍的整个昆虫、鸟类、蝙蝠。OK， 那就没问题。哇，好漂亮啊！3个钓鱼佬。我还是沿着这个小木桥呀，从这边骑过去看一看那个沟口区，还有那个小木房子怎么样。但是我确实是相中这个地方了，这边可以坐着，晚上可以看星空、看极光、看流星，看看那边，两边我选一选。这个桥的旁边有很多的这种木质的板凳，我也找到了第2个扎营的地方，就是在这儿。哎，这一块也不错。再往前看一看最后一个，
看没？在这，这里面可以不用扎帐篷，直接铺上防潮垫就可以睡觉了。全是水啊，好潮啊！这里面，这不行。你看上面全是渗水，应该是湿气太大了。这两天应该没有下雨的。帐篷弄完，看现在是11点40了，再过个20分钟就12点了，还没有吃饭呢，又累又饿又困，我这一起来就眼睛都发黑。哎呀，在帐篷里把这些辣椒、葱、姜、蒜全部处理好，然后直接起锅烧油，把买的这个虾仁啊还没解冻呢，老馋了，老馋虾仁了。今天想吃麻辣小龙虾，但是小龙虾这里也买不着，将就炒个辣虾仁吃。最近这两天睡觉睡得比较晚呀，因为早不了，不天黑，9点多钟才是这边的落日夕阳。今天估计又得熬到3、4点，吃完饭还得弄素材，大蒜8个2头，剁成蒜末，然后辣椒切段，直接起锅烧油开炒。今天必须吃上美美的一顿饭。买油了，大蒜、姜搞里头，辣椒搞里头，虾仁搞里头，老抽，白糖提鲜，加入盐，再来点胡椒粉，大蒜，翻炒均匀出锅。哇，爽！就等这一口了，香辣。这拌个面，绝了！把面捞到里面。我知道我今天为啥这么乏力了，因为今天一整天从早上到中午，然后一直到现在吃了一天的甜甜圈，还有那个牛奶，所以整个人吧身体发软呢，吃甜的吃太多也不行，要及时的补充盐分还有糖。哎，现在不早了，1点半了，快2点了，吃完直接就铺个防潮垫，直接睡觉了，牙也不刷了，脸也不洗了。我感觉要睡觉睡着了，
吃醉了，我迷糊了，哎呀，迷糊了，哎。好吃。不行了，我要睡觉了，直接睡了。哎，就这样睡，困死我了，不是？睡一会儿再起来再吃，然后吃个西红柿。早上来一份西红柿鸡蛋面，一锅面。这是昨天剩的那个虾仁大豆，这一大锅面，美味。就感觉永远像吃不饱一样，一锅面条全造完了，只剩下辣椒，全部的虾仁味。哇，这肚子撑得像个皮球一样圆了，但是还想吃，一直吃。满足。肚子已经成这样了，之前那个肚都是扁的，就是扁进去的，现在肚子溜圆了，这么大肚子，胖了，长胖了，有肉了。现在变成99归1了。又找到了一个好地方，那边有人在烧烤，那边有几个小伙子在游泳，这边草坪都躺着晒太阳呢，这边还有在烧烤。今天晚上准备等他们走了，选个地方在这边睡觉吧。今天也没咋出发，就从湖的另一边跑到这边过来。行，主要是太饿了，感觉今天一天吃不饱，又饿了。
我刚刚去超市买了一兜，将近花了800块钱的蔬菜水果，准备好好吃一天。这一块还有好几排的凳子，这应该是一个他们这边的耶稣教讲课。你看这边有个讲台，下面听课，那边是一个钟，3位钓鱼佬过去看一看。这边就有垃圾桶，这块太好了。这里钓鱼需要钓鱼证吗？ Finns det ett fiskekort i fiske? 啊 ？No。OK OK，Thank you。这个岸边所有的地方随便钓，不需要证件。我这钓鱼之前都会先问好，因为我已经离开斯德哥尔摩了。离开斯德哥尔摩就没有买证了。有些地方是免费的，但是一定要问好。这个地方都是随便钓的。Små, det kommer stort. Jaha, du skär krok också. Jag tänkte... I have one bigger fish. Ja, ja. Jag ska visa bild dig. Vänta. Foto, jag har foto. 大哥死张网，粘小鱼，看，粘完小鱼，挂小鱼再钓大鱼啊！然后这个小就死掉了。哎，好了，大哥给我看照片啊 ，fish。Ja. Oh, wow. Så gädda. Very big. Yes, gädda. Ja, ja. Oh, ja, det är gädda. Gädda. Yes. Små gädda. Nej. Nej. Yes. Oh, this name gädda. Gädda, den är yes. Ah, Ja. Here. Här, ja. Oh. Kolla, den är en annan. Wow. Och kolla den också. Wow. Big. 哦，可以吃。Ja. You eat. Ja. Oh, nice, nice. Och kolla, grill också. Ja, Yeah. kolla den. Wow. Och jag har en video. 又来了一个大哥呀，他应该是先手，永远都不会挂，还是我给他挂的。看他甩竿、抛头。 Då ska jag börja kasta på dina grejer. 好。这大哥在这，这大哥3肯在这，那大哥在那，没有我的钓味了，我就在这边和他们玩一会儿，看一下他们钓鱼，也学习一下。大人带着孩子钓鱼，他们还在这边烧烤露营，还没走呢。看我身后的海鸥，都是他们附近的居民啊停靠的轮船。 挨家挨户都有一艘这种游艇，可以在里面做饭、生火、出海。这边也是2米。这啥呀？钓到啥了？这是？ 这不是鱼啊，这个好奇怪啊！钓到一根线呢，这是。哎。And you want to use this or this? Wait. Maybe. This. This. Well, yeah, But Emily Berry. Do you? Like I me, have same. Like me, yeah. Yeah. I have also same. Same. It's Yes. really good. Not so to get fish. Not so. There. This I will. I think of this. And you have there? It's not for this. I think another fish. Well, Okay. good luck, bro. Thank you. Good luck. Thank you. Bye bye. Tomorrow, maybe. Yeah. Maybe See you tomorrow. Okay. You're here tomorrow. Maybe here. Yeah. Okay. Bye bye. Yeah. 盐，再来点胡椒粉儿。哎，盖上锅盖，再煮2分钟。韦斯特罗斯这座城市呢，也是瑞典的一座中部城市啊。
白天这边本地人都会躺在草坪上晒太阳，一躺躺一天，还有本地人在这边游泳。我在这个地方是露营了2天，好好睡了2天。今天收拾东西，继续出发。这个是一个自助的打气孔吗？还真是的。没嘴、法嘴，然后哦，挺方便的这个。这个设计我感觉特别的人性化，在路边骑行的一些，万一车胎要是没气了，可以推车，或者是几百米、几公里就有打气的地方，可以继续出发。RCA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去买东西的超市啊，但是这个呢应该是仓库，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快递车，然后通过托盘拉到这个仓库里面，你像一些冷冻啊，还有一些蔬菜呀、水果呀，运输过来。其实瑞典的物价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也还可以。我们到达挪威之后，包括冰岛那边物价才是贵的离谱，因为它气候的原因，有些东西它必须要运输过去。哎呀，这一本不在欧洲捡瓶子发家致富，又是一个啊！走，我就今天我要看看能捡多少。嘿嘿嘿嘿嘿。发现了咱们中国的老干妈，51.95、52，将近35左右啊一瓶。这还有这个麻油，这2款啊，这什么呀？鸡精啊，面条，这边龙口粉丝，哦，来一个龙口粉丝。这边我们老抽、香醋啊，在交叉路口继续向左。这是打排球的，那边都是附近村民的船只停靠岸。看，就这个 camping， 花钱的不要哦，全是船只停靠的地方。看，这大草坪扎个帐篷，完美。Here have a fish. What? Have a fish? No. Wow. 这块区域钓鱼不错，那边还有个厕所。这一块的小鱼太多了，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儿，我找了一个吸管在厕所旁边，
捡了一根羽毛，这个是我的别针，这个好像是纸的，这个管。哎，这样就行。把钩来绑上，多余的剪掉。就这样，一个羽毛支了一个钩，挂了一个面包。斗米看不出这个沉底的多少来，取个羽毛吧。坐下等着上钩。哦呦，下面就有人有鱼吃。哎，上鱼，看这小鱼。哎，又是一条，漂子还得换，漂子不行。这些傻鱼真是太好钓了，收竿了，不钓了，钓了有1个来小时，太阳已经有点晒了。2条大鱼，几条小鱼，本地人也过来开始烧烤了。我今天呢，准备继续在这个地方露营1天，把一些东西整理一下，休闲1天。这边环境确实不错，有轮船，有小木桥，有板凳，有烧火。然后那边那个蓝色的小房子是厕所，前方也可以看到本地人开游艇啊，钓鱼啊。休闲娱乐每1天，耶！这个点太阳一升起来，在帐篷里面老闷挺了。我现在这个位置距离挪威的话还有一个350公里左右，计划8、9天的时间吧，7天到达挪威。所以呢，我这近期吧都是在路上以骑行为主，碰到好玩的地方呢就停下来休息休息，露营，钓鱼，欣赏一下风景。因为毕竟也在瑞典耽搁了1个月的时间。你像北欧这几个国家呢，它夏季的时间是有限的，就那么3、5个月的时间。一旦过了，那么冬天就来了，就开始下雪、封路，骑行也骑不了，也危险。夏天呢，风景也好，就想着咱们先去风景最好的挪威啊，我特别喜欢那个地方，包括还有冰岛。所以呢，接下来的路程啊，快一点走，哎，碰到好玩的就停一停，玩一玩。咱们先到挪威的奥斯陆，去到那边之后啊，再计划如何前往冰岛。那我今天的视频就先拍到这边，等会儿做点东西吃，然后我明天再继续前行。好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啊。Why it is? It's from heart, you know. It's like this. You see? Yeah. So yeah, to this. This, like this. This. Let me see.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现在正在骑行欧洲瑞典。今天是5月18号了，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瑞典的一座中部小城，叫做雪平啊。已经是快6点钟了，还有10分钟。再往前骑行一个30公里，今天准备去一片林区里面去露营。Wow. Where are you going? What do you I'm going No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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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ين؟ رايح على هذا. Norway. النرويج. You live here? Yeah. You home? هذا تلاقيه كان أبيض من الشمس أحمر.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Do you live at Örebro? Where? Tent. بخير المساكن. Camping.
هاي يا وين؟ والله هذه مغامرة. تراي على النرويج. صوروني. يعني فوتو. اوكي. صورونا معه. يا 1 2 3 بعت لي اياها. انا صورة كان يبي وزيو. اوكي. ما في الصبح. استنى بس سوي انت. احمد فيديو ستور. You're from China? Yeah, I'm China back here. City. City Shandong. Yeah. What's your name? احمد صورني وانا جنبه فيديو. احمد بعت لي صورة الفيديو. Victor. Yeah. Oh, Victor. Nice to meet you too. احمد بعت لي الفيديو. بنما. هاي الكاميرا. I drive to Mexico. هاي الكاميرا. OK， 这个小哥也是一个户外爱好者。由于我的语言不好，他直接拿出手机告诉我他旅行过的国家，像非洲、亚洲，他都骑行重装穿越过，也野外徒步过，手划船过，还骑行到了蒙古国，也是一位户外牛人啊。我们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有机会可以一起去旅行。This is beginning in Argentina. This is you. Yeah, in Argentina. This is Laos. This is Indonesia. Indonesia. Wow. But too much country. Instagram. TikTok صيني. I know what you mean. I know you're from GoPro. I'll show you my. ليش ما خدها؟ شو راح كانت 3 تبع خشب. اوكي. كمان انا اوكي. Okay. Shopee is I can it's too expensive to buy it. We don't buy the. I can go have today water. you. مش من الدار ما اقدر ما بطالع من اي مكان من على فوق. I'm so happy that you came to Arboga. Like,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town? حبيبي انت بتخيم تسمع صوت ذئب لا تشوف تحتك. مين ما بيشوف تحتك؟ من وين جايب جاكيت؟ اسأله من وين جايب جاكيت. سلم عليها. Where are you going after? I going Norway. Norway. الحين هو بيدور من مية التسويق. Yes, Iceland and fly. Good luck. Thank you. قول له ما عندك لا لياقة يهبل. Bye. Can we have a picture on your telephone? We have. Yeah. He say, can you speak Chinese? I show you. 你好意思，你好，这是你好。你好。What does it mean on English? English 什么意思？你好。你好 is hello is 你好，行吗？你好يعني مرحبا. 你好。你好 or 你好。你好。再见 is 拜拜 is 再见。再见 is 拜拜。拜拜يعني 再见。再见 yes 再见。你好，再见。你好 ，Hello 你好，拜拜啊。OK， 拜拜，再见，再见啊，再见啊。哎，青石板小桥路。环球骑行的路上，又认识一位户外的爱好者。哎，这一切都是比较奇幻美妙的。快到了，还有个1公里。这一块还是一个停车休息区，但是我们要拐到里面去。看有这个板凳，大货车、小汽车停车场，摩托车、机动车禁止入内，自行车没标就是可以进的。哇，这地方蚊子轰轰啊！这再走，继续走。哎呦，我去，怎么这么深呢？里面自行车不好走啊，手机都拿好，先拿3个吧。往深处走一走，看看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那种小木房子的话，就只能往这个湖的对面。你看这边全都是泥泞路、石头、炮弹坑。这个地图上面它没有图片，只能靠自己摸着找。实在不行就只能去对面了，感觉越走越不对劲了。有车的印子啊，还有这个动物的脚印，全都是泥泥坑坑的，这自行车压根就过不来呀，全都是丛林，跑这个石头上，不行，撤，这地方让我后背发凉，荒郊野岭的，连个人也没有，跑对面去吧。溜之大吉，对面那边行。看一下这里啊，这里过去，这边是路。哎，这边有箭头，可以的啊，应该就是在这里了。离天黑还有个1个小时。哦呦我操，啥玩意儿这是？不管它，好像是路。哎，这里也是近路。哎，小木房子，这是小木房子啊，这是厕所呀，这应该是马桶啊，垃圾桶、烧烤区、桌子、凳子啊，我估计那小木房应该是拆了，确实没有，难道还要再往前的话就有一点那个啥了，算了啊，今天晚上就在这边扎帐篷了，旁边有桌子，那边还有厕所。但是这边湖虽然说很漂亮，风景也好，大家看这个牌子，禁止钓鱼，所以今天不能垂钓了。这是哪个道具组留下来的呀？点火的油，点火的打火机，还有几个木头。哎呀，这木头太少了，只有3块。哎呀，还是得做饭吃饭呢，这不然饿得慌。我这还是准备点一把火吧。刚才这附近有一些声音，但是感觉不是小东西，有可能是鹿啊。这整的还挺瘆人的。火我都刚才都弄好了，完了水里面也有东西，呼咚呼咚的，好像是大鱼。让它烧一下。把火烧起来吧，能驱赶一些动物啊。看着月光老亮了，湖面这已经12点多了。
烧起来了。我是喷了这个油，这种煤油专门烧烤用的。那都没做饭，我这都。行。这大半夜在这烧火，是没谁了。这样一宿啊，它这个火都能在这里烧着。小火苗了，点火做饭。先把锅烧热，把辣椒煸一煸。食材都已经处理好了，切好的这个绿色的辣椒，这是超市里面买的那种肉丁，这个肉是带咸味的。葱姜蒜，哎，全部弄好。辣椒搞里头，断生。行了，微微有点起皮，倒出来备用。今天咱们用一点这个猪油啊，都已经凝固了。全都放了。小肉搞里头，葱姜蒜，再来一点黄豆酱。老抽上色，青椒搞里头，来一点胡椒粉，好，鸡精，放一点盐。再来一点生抽，锅边醋出锅。
晚安。安全度过一晚，自行车也都在。昨天晚上睡得还不错，今天一大早被2个徒步的小姐姐吵醒了，我就听到迷迷糊糊有人在说话。上个厕所。朋友们，旅行继续，穿越瑞典去冰岛，出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现在正在环球骑行瑞典。今天是5月19号，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瑞典的西曼兰省的一个小镇阿尔伯加。这个小镇在1200多年之前啊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也算是一个古镇啊。昨天晚上我就是在附近找到了一片湖泊，在这边扎的帐篷，安全度过了一晚。今天早上是来了2个徒步的小姐姐，然后又来了个游泳的大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本地的篝火区、游泳区啊。我好像看到了那个小木屋了，早知道昨天再走一走了。充电宝都没电了，拿几个新的，顺便再吃点东西，休息会儿。行。我还得去超市买点菜、肉。2个香蕉，然后1个西红柿，还有1个苹果，1个雪糕，1个饮料，1个水，花了140块钱，还有几个瓶子我给他顶账了，140多块钱，折合人民币的话，将近在140、47、28、30、70，将近100块钱。100块钱在我们国内得买老一大堆了，这就只能买零零散散的几个。这1个香蕉就留着，1个苹果也留着，再吃一点西红柿，咱们就继续出发。
下。饿勒布鲁，去找超市啊买东西，买完东西之后再去找露营的地方。看看人家这个小房子，没有高楼大厦，全都是小平房，一家一个花园，一家一个车库，生活还是比较悠闲的。看到水了。我也有洗把脸，洗个头，可以的。Hello, guys. Okay, thank you. What's your name? Vadim. Vadim. Oh, where are you from?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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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Oh, you live here? Kyiv. Okay. I'm from China. 乌鸦也在这喝水啊。它这个水池设计的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你看前面是一个船头，像一艘船沉入了海底，这边是船尾，这里面呢是一些小朋友进去玩耍的一个小屋，还有单杠。这是小区附近一个公园，那边有滑板、骑行、篮球、排球、足球。It's very beautiful. Yes. 这个小朋友，行了，我去超市。今天是星期天嘛，超市它关门的就比较早，早点去吧，早点把蔬菜呀、肉啥的都买上。去晚了又关门了。靠谱，到了，就这个了。之前在法国呀、德国呀、丹麦那些国家都是走的这个丽都超市，那边性价比算是比较高的。随着国际形势啊，这边北欧的物价都在疯狂的上涨呀。这个靠谱呢，算是比较亲民的，带大家逛一逛啊。拿个筐子。不小，好像不是很全了啊。看了一圈也没看到排骨，只看到了这种烧烤的排骨，这还是有优惠，折扣50%嘛。整一个吧，整个排骨。看其他这个猪肉，这个是54.95块，这么一盒，一袋2块肉片儿。这个猪肉呢是138。整一块这个吧，54的吧，一个猪排，一个猪肉，这个留着炒菜，这个今天晚上就给它炖了，烤了。这个葱也是打折的，有这种的都是打折的。来一把小葱，这个菜没吃过呀，39.951公斤，试一下，因为这个炒肉，这不知道啥菜啊？这个洋葱是24.95块1公斤。拿一个就行了，这个15.95块1公斤，整俩。西红柿再整仨，42、36、24、31、23，这个便宜。Hello。这些东西是一共花了264.92，就算是265吧。哎呀，感觉这个车把是太重了。像这些东西，如果在那个 RCA 超市买，这得花个400-500，所以这个靠谱还是比较亲民的。进入比较大点的城市啊，就可以看到2层以上的楼房了，都是他们居民楼。
鄂尔布鲁这座城市，它是鄂尔布鲁省的一个中心首府城市啊，人口应该不多，10万左右。树林子，我来啦！树林子，小树林儿啊！呼，看一下啊，这些绿色的点啊，都是我标的户外店、户外用品店都打烊了，周一10点才开门。然后我现在的区域呢是在这儿，往右拐吧，就是斯瓦河流入斯瓦湖。这个大湖，湖边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哎，你看这种啊，这种啊，应该都是可以的。先去这个地方看一看。这是一条小路，两边全是湖，好像那边还有几个小木房子，这边有几个木板平台，湖边的一排烧烤区。都是一些中东的那边的朋友在这烧烤，然后我也看了这边禁止吸烟、禁止遛狗、禁止抽这个水烟。这边呢，它有开放的时间，6点到10点，8点到6点，好像是不允许睡觉。咱们看看这个门能不能打开啊？哎，打得开。哇，壁炉。空调啊，是鼓风机啊，还是抽油烟机？这里面真的太闷了，要冬天在这边绝对是一个取暖的好地方。太阳照射进来，玻璃房又不透气，上面还有灯，好像没有插座。这个地方白天可以休息，但是晚上就不可以在这边睡觉。我准备从这边先往湖的右手边那边逛逛，应该有单独的篝火区。这边的话也不错，但是往那边走个几公里就出去了。厕所、柴火都备着呢。哎，哦，能打开吗？哦，哇，全都是瑞典语。还有一部分英文，好多书啊。这应该就是提供啊，他们本地人过来散步啊，白天晒太阳啊，坐在这边读书，在自然的环境中去阅读。但是这个地方扎帐篷也不行啊，白天耽误别人过来休闲娱乐呀，还得继续往前走。再找一个既不打扰别人，别人也不打扰你的一个安静的地方。哎呦，搓骡子吗？这是？欧洲也有搓骡子啊？得赶紧翻译一下，看看这个门上写的是什么。这个是给小孩提供教育的。搓骡子，这是顶端，下面有个烧火盆。以前一些游牧民族啊，我们国内的北方都是这种，我看是不是树皮弄的？啊，不是，这个是布。这蚊子好多，这里面。这个也不行，这个是人家学校学生用来体验露营用的。然后他这里也说了 ，student school。再继续寻找。哦，我想找一个又能露营还能钓鱼的这么一个风景又好的地方。好几天没钓了，手痒，感觉找到组织了，全是钓鱼的。前面还有一个甲板。Porch in English. English porch. Yeah, but in Swedish is arb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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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arbore.
不对，不对，OK，这个树桩子应该是个结构，我估摸着是有鱼。行了，现在不能钓鱼，不是专业钓鱼的，得赶紧找露营地。刚刚这个大哥告诉我的那个阿布瑞的话，就是我们中国的鲈鱼啊，河鲈有海鲈。这是刚刚的那个甲板啊，哎呀，那个地方也不错，板凳也能烧火，这钓鱼还更空旷。行，这个地方我当一个备选，然后我往前逛，往前继续找。Hello。这有个板，木板，那边有几个桌子凳子。哎，前方这个好像是一个观鸟的台子，我觉得还真是观鸟的平台。要是下雨这种地方，那可就是绝美之地呀。太美了，还有这一块，这草坪是真好，一个小板凳，这块也不错。这已经是我备选的第4个还是第5个了，忘了。继续往前走吧。哎呦，还有这老多人呢。Si on était juste avec Zara, et moi, j'étais pas quelqu'un qui jamais été capable de. Moi, je suis capable de planifier un voyage, mais je suis toujours pas les je suis capable, j'ai pas assez d'argent, blabla. Mais quand quelqu'un dit, allez, on y va, ok, vas-y. On se voit, on réserve. Ouais, c'est pour ça que j'apprécie Clara beaucoup aussi. Je suis content de vous les rencontrer, mais en même temps, je suis content. 我发现每一个有烧火的地方人都不少。刚才倒数第2个那片草坪也不错，有几个小凳子，但是没有篝火的地方，所以人少。还是去那个地方吧，这样明天起来也不会被人吵。几个板凳，垃圾桶也有，草地也平，就是湿气会比较大一点。那边好像是有一个帐篷，我都看到那个鱼炸水了，朋友们，看这个鱼啊，哦哟，好呀好，我也在这扎帐篷。做个伴儿，帐篷可以扎在那一块，隐秘啊。行了，不挑了，挑来挑去就这里了。人少，湖面也可以甩2竿钓鱼。其实再往前走吧，还能找到更好的，他就不找了，找了太多了，再挑就有点挑花眼了。这个地方完全有我想要的一切，草坪，湖面宽广。露营又隐蔽，没有篝火的地方，人也不来这，小众。
大风了。看着湖面这个浪，刚才还平静如水的，这一下感觉像深海一样，感觉今天晚上要下雨，远方已经起雾了。我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外面狂风暴雨，在帐篷里支起我安稳的小家，整理整理我的蔬菜水果，睡觉的时候再把枕头、气垫那些全部弄好。刚才我不是钓鱼呢吗，朋友们？我钓到了一个巨物，估计得20斤起，那个拉力嘟嘟嘟嘟嘟嘟嘟，结果呢，刚拉了有几下，砰一下，线和饵全都给我断了，那个前导线给我咬断了，崩断了，可惜啊！但那个大鱼钓上来也不能吃，也得放。老大的感觉，哇！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受这种拉力，哇，太刺激了！等会儿还得再重新绑一下线。今天晚上有可能要下雨。刚刚出锅，炒的，因为它是半生半熟的一种排骨，大米饭。安全度过一晚，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现在正在骑行欧洲瑞典。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瑞典的一座中部城市厄勒布鲁省的厄勒布鲁。那我今天的一个骑行计划呢，先去市中心啊，把户外店、渔具店缺失的装备买一买。买完之后呢，也不露营了，因为我已经露营了10天了，每天都是这种大太阳骑行，身上都已经很难受了。昨天我来的时候，旁边是扎了一顶小帐篷的，那个朋友已经收拾东西离开了。大鹅、小鹅，它俩个干仗呢。哎呦，毛给它薅下来了都，它不服，抖抖翅膀，展示它的家庭地位。哎，低着头走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嘛。你再给我嘀咕，我再给你薅一嘴毛。哼，服了。跑一边去冷静冷静，思考人生，思考鸭生。这帮孩子他说：“老妈，你真牛掰儿，你真厉害。”他说：“你瞅啥？你这个人类，赶紧给我滚，不然薅你一嘴毛。”走了走了走了。看一看。On se taille avec Det var sista blocket. Låt. Det går bra. Tre steg. Är ni redo för nästa nivå?
这个就可以理解成欧洲的广场舞。像在我们村儿，大路口上，每天晚上都有大妈在那跳广场舞。哦，今天还是个星期一啊！我说那个餐厅啊，什么都关门了。这个穿灰衣服格子的大哥刚刚从这里面出来，拿了2包红烧牛肉面。我一看呢，新中国贸易公司里面应该有中国超市，挺大呀，2层呢。但是感觉没啥人呢。新中国贸易公司果然是有个超市。走，开门，拿筐，逛我们中国的零食了啊！开始大采购了，好东西啊！来一个。哎呀！感觉啥都想买，螺蛳粉，还有这个刀削面。看，买了的这种炸豆腐块，买了一个鸡爪、韭菜、秋葵。哦呀！ Only this. Ja, den fungerar inte just nu. I give you change, it's okay. Sorry. Change, okay. Change. No. No? We don't take it. We don't take that. 太尴尬了，选了半天，差不多有接近1000块钱吧。结果他告诉我卡不能刷，现金也收不了，明天才能那个刷卡机器才能修好。那算了，明天过来再重新买一遍吧。白激动了，都买了老多了，豆腐泡、火锅底料、鸡爪、面条。这个小房子呀，还是一个亚洲餐厅，里面有炒面啊那些，也关门了。这口中国味我必须得吃上，我明天必须得去买，我要多买火锅底料、牛肉、羊肉，我涮火锅。我今天不走了，我明天我就必须得吃上这玩意儿。吃不上火锅，我就跑到这个麦当劳这边来了，吃个汉堡、薯条，释放一下。012，下一个就是我，就简单吃一口啊，等会儿就去住宿的地方洗澡冲凉。这汉堡鸡肉的。我订的这个民宿就是在房东的下面，也算是地下。够了。够了，就是下面那个房子了，来看一眼。哎呀，密码是2022，打开房门。一进门的左手边，这边算是厨房、洗手台。上面就是楼道那个过道，沙发、客厅、小桌子。啊，这是一个储物柜。哎，这个是床呢。啊，是这种的。哎，啊，然后这边是马桶、厕所。我为什么感觉它这个床没给我打扫呢？行，有住的地方就行。要把抽烟的东西。
这几个没有电的充电宝啊，都已经充上了，还有一些小的相机、无人机、电池什么的，等它充的差不多了之后，再换一批充。行，洗澡去。洗完澡，整个人太舒服了，所有的衣服也全部洗完了，这些充电设备让它充着。哎呀，这个睡觉的小房间像那种林中小木屋似的。行了，今天晚上就早点休息了，明天再去户外店啊，去那边再买东西。今天阳光很好，吹了一点小风，不冷不热，很舒适。快到了，先去渔具店看一看鱼漂、鱼钩那些。欧洲这边的鱼资源真的是特别丰富，但是我感觉全都是路亚的，玩台钓的全是老头那些，但是人家钓的鱼也不少。到了，这个就是。哎呦，这鱼鱼饵，旋转亮片，这全都是软饵。这个渔具店也不大也不小，看这些软饵，肉嘟嘟的，这都是海钓那种大鱼。我主要是买钩，买一些小的钩子。236. 236.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bye. Bye bye. 我就逛了一下，买了一个浮漂，还有钩子，这样可以台钓。他这边的一些鱼饵啊、渔具，要比我们国内贵一个2、3倍。像100块钱，他在这里就只能买几个饵，100块钱在国内估计能买一大箱。现在我去亚洲超市啊，把那些东西再给买。今天行了，能刷卡了，把昨天那些东西又重新买了一遍。回去得整鱼线、鱼钩，吃喝整一整，哎，好好吃一顿。好香啊，这些花花草草，闻一下让我心旷神怡。到家了，赶紧把这些全部放到冰箱里面。这个是那个空心菜，应该是香菜、大蒜苗、小蒜苗、鸡爪拿出来解冻。买了2板豆，这豆腐是轻易吃不到的。肉卷、牛肉卷、涮火锅。还有小米辣，再来看一下这些还有豆腐泡，这个也得冻起来。山西刀削面、螺蛳粉、黑芝麻糊，以后每天早上起床了可以喝一包这个。然后我还有一书包呢，哎，今天算是高消费的一天啊。这个零食2包火鸡面。早餐面包，还有这个地瓜、香蕉干，这个有些个饼干、花生、醉牛，这是最近火锅底料2种。为了吃火锅，专门买了1瓶
蚝油，然后老抽、生抽也没了，生抽、豆瓣酱那种。这是买的这个鱼饵啊，这是买了个大瓢，10克的铅头，这还有我买的这些小鱼饵、剪刀。这些渔具呢是一共花了236瑞典钱，调料加上冰箱那些蔬菜，一共是花了1000块钱，1000多一点，所以今天花了1300，差不多。鱼钩、太空豆，铅的是10克，漂子刚好和这个铅是配套的，这一套是钓这个鲈鱼的。这个呢在上面，这个铅在这儿，哎，铅在这儿，然后呢钩在这儿，哎，这样一个位置就行了。已经好几天没有钓到鱼了，最近天天空军。今天晚上做一个麻辣鸡爪，这是我煮好的鸡爪，煮了25分钟呢，软烂脱骨。等会开火，它这个火太小了，还是用我的煤气。麻辣鸡爪，色香味俱全呢。出锅吃饭，2个大饼，好几天了，吃掉它。拿个碗吐骨头，尝一下。好吃，这个鸡爪真是太好吃了。你像在老外超市单独去买鸡爪，他们都不卖，因为欧洲人他不吃鸡爪、猪脚这些东西，只有去亚洲超市。美味啊，太爽了。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现在正在骑行欧洲瑞典。今天呢，继续出发，从厄勒布鲁前往卡尔斯库加，全程是45公里啊。这2天住宿休息的还不错，现在所有的东西全部整理好了，出发。今天顺风啊，这风是推着我走的，顺风顺水，骑着也不累呀。呜呼！我忍不住地嚎2声。一望无际的小麦田，绿油油的一片，那风一吹啊，一浪一浪的，老舒服了，这感觉。哇！这个地方好呀，小木桥走过去，那边小岛上刚好有一户人家，我估计应该是没有人住了。每一个房子下面都有一个码头停船出海，并且这个大院子就特别舒适，看着都舒服。就那么3、5户人家啊，这里还有一户自助除草机还在工作呢，帮他们除草。哦，好幸福啊，这种小房子好喜欢，好喜欢这种感觉哦。再看一眼，哇，羡慕死了，这个也不错。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去，我头皮发麻呀！这一个，前面一个，赶紧溜，跑，赶紧走！我去，还有一个，这咋这么老多呢？手机先关了啊！我准备把我的所有的设备全部塞到书包里面，所以这一路先不拍东西了。我这不知道又跑到什么地方去。我是按照骑行导航走的，这一块确实是路，可能往里面走就不可以进入。安全骑出黄线区，这一块区域啊，它是一个高速公路旁边的休息区域，停了很多的大货车，环境很棒。看半天也不知道是啥，好像有一个猫头鹰的嘴巴、眼睛、耳朵，
那个标志牌、简介牌被拆掉了，感觉也像一个壁炉一样。前方再走一个几公里啊，就到今天的目的地了。这个地方感觉也不错，有厕所、草坪、桌子，人少，就是挨着马路近，这样来回车呢，动物少。我在考虑要不要今天在这里露营啊。我这鱼是钓不着了，咋回事？过了新手保护期了？拜拜，Okay, this okay. Here. Yeah. Yeah. 大哥要钓鱼，有个马桶、卫生纸、洗手、吹风的，还有灯光，里面还有抽油烟机、抽风烟机。飘向天边的云，你慢些走。我要奔波告诉你，我不回头。乌兰巴托的夜那么轻，那么轻，连云都不知道，不知道。乌兰巴托的夜那些走，哈哈哈，都听不到我的声音。乌兰巴托的夜那么轻。进入了一片丛林，前方是一片小湖，哎，有木头，还有个小板凳。这整个湖面，天空的云彩上下呼应，美妙。就是这个片树林比较茂密啊，我已经离开马路有4-5公里了，算是来到了原始丛林。这边好像有几个小房子哎，看一下这个啊，这是厕所，有一个厕所的小屋，这边还有这个木头，这边也有木头，看没？然后，哎呀，哎，这地方不错，这地方不错。就它了，这一块有一个划船游泳的小平台，哇，世外桃源呢！哎呦，美，呼呼呼呼！哇呀，哇，炸水了！哇，看这地方太爽了！哦哟。这地方太棒了，好舒服呀！周围全都是大自然的气息，水面的清香，森林的味道，还有鸟的叫声，这就是大自然的怀抱呀！太舒服了。我就说怎么这么痛啊！你们看啊，这都是做饭的时候啊，呲的那个油呲到胳膊上了，都弄出一个水泡一个水泡的样子。我抹点这个泰国的这个香草膏，我给它抹一下，清清凉凉，酸酸爽爽。这不光蚊虫可以
抹开，抹这种也好用。啊，这抹上就冰冰凉，不会那么沙的慌。这做饭的时候不小心，那油呲到胳膊上了。我说怎么今天一天这么痛？等会儿我们可以把锅拿出来炒个菜了，吃饭。太阳也慢慢落山了，晚上的时候还要再添一点柴，保证一宿火不灭。睡觉的区域我也弄好了，铺了2个防潮垫，然后到时候把枕头冲起来，睡到一铺就可以睡觉了。旁边用书包挡一下，鱼竿、相机支架就放在这里。我这边桌子呢，就相当于制造一个临时的厨房，柴米油盐这一块呢就放在这里。然后有鸡蛋，有西瓜，有饼干，有梨，有苹果，有香蕉，西红柿，玉米，大饼，白菜，葱，火鸡面。所以我们吃的东西是应有尽有，还有硬菜，排骨。这边烧着火，这边呢就是落日的美景，在这个小房间里面。节约用水啊，晚上太安静了。方圆7、8公里吧，没有人的。看，温暖的一盏灯，这边是天地之灯。明天早上起来，我准备钓鱼，看这个水面还不错。来吧。用这个水用来炒排骨。像冰红茶一样。哦哟，农夫山茶有点酸。Cheers。接下来就是天黑，天黑的时间呢是3、4个小时，然后天亮。天亮了之后啊，我就起来钓鱼。要是能钓到巨物，我会烧鱼。嘿嘿，这一宿的话得注意，这在丛林深处啊，野生动物是难免的。准备把排骨焯水。好久没有吃西瓜了。
切个西瓜解解馋。听这个声音是熟了。哎呀，听这个声音就比较脆，哎，我就喜欢吃这种脆脆的瓜瓜，这个好吃。哎呀，好甜不甜？自由。咱们先把水稍微烧一下吧，烧热，然后再放入排骨、葱姜去腥。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这瓶水是纯净水，留下你的祝福。把它给烧热。烧热再放到这里面，等会把白骨炒完之后，直接倒水。天要面对陶大厨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暗反反复复中追问。开锅了。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这炒糖是关键的，朋友们，给它炒，也不能炒太过，也不能炒不到味儿，就给它搅和。这个油有点热，稍微靠边放，哎，继续搅和。搅和，差不多了。你看，哎，这样就行了。啊，再回首，两面金黄，嘎嘎香。好嘞，葱、姜、蒜、干辣椒、树皮、香叶、发酵，一股脑搞里头，大火咯楞，炒出香味儿。放了2根小米辣，因为我喜欢吃辣。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颜色好啊！再回首，好，加入咱们刚刚烧好的。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哎，伴着我，留点自己喝。盖上锅盖，慢慢小火炖吧。今天的主食还是皮大饼吧。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红烧排骨啊，看这个汤汁啊，浓稠，色泽鲜艳，
这就是舌尖上的中国，行走的中国味。哎呦，好香啊！我天哪，厨艺是越来越好了，炒汤不错。这几年出来，确实也成长了不少。最开始的不会做饭，不会修车，不会规划路线，不会计划每天的东西，不会收纳每天的东西，所有的东西，我一点一点学习，每一年都在学习一些东西，每一年都在稍微前进一点点。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现在做饭不能说是大厨级别，只能说好吃，吃完还想吃，这感觉太爽了。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会到我们灵魂上的碰撞。有种无知无觉的美好，寻找其中从未感悟到。青涩草草被粉饰掉，不伦不类真可笑。视而不可一世的骄傲，却在黯然中渺小。时光的阶梯没打好，已经来不及思考。眼泪并没有哭无药，成长未必撕裂般煎熬。品尝过无声的热闹，才是热血的今天早上估计2-3个小时就灭了，天也亮了。经历多少次摔跤，触梦的心我知道多美妙。身渺渺，屏蔽喧闹的人潮，让梦持续燃烧，不大休只好。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每一秒都美好。这一路单向的轨道，慢慢的蓄着火药。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却像浪漫舞蹈，谁都没说过想要去和好，青春却在我的心里走不掉。No, downtown baby呀，나의 눈을 밤만 하늘이 별이야，每日마다 꿈꾸고 싶은 꿈이야 Baby without you I can't do this anymore 너는 나의 downtown baby야 너의 눈을 밤하늘이 별이야 매일마다 꿈꾸고 싶은 꿈이야 Baby without you I can't do this anymore 여기 바로 너 집 번호 내 집 앞인 네가 나와 Let's roll 시간 나가오니 잡아 너의 두 손 I don't wanna let go 그 머리 세게 비어있는 세게 나는 좋아했지 나는 발베개 우리 서로 아파하는지도 나빠 하나밖에 없는 downtown baby 너는 나의 downtown baby야 나의 눈을 밤하늘이 별이야 매일마다 꿈꾸고 싶은 꿈이야 Baby without you I can't do this 日漫目准备再睡个回笼觉，就是躲在被窝睡觉最舒服了。下午的1点钟，太阳是终于出来了。出来太阳之后就暖和，今天还有点小风，哎，太舒服了。
热烧点火，倒点水，煮个面条，吃个鸡蛋就出发了。62公里前往维姆兰省最大的首府城市维尔斯塔德。这个坡太陡了。安全度过一晚，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现在正在骑行欧洲瑞典，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瑞典的维姆兰省的厄尔莫一个小城啊。今天的行程计划是前往58公里处的沃尔贝里，中途呢会路过维姆兰省最大的城市卡尔斯塔德。今天早上的早餐呢就不做饭了啊，来一份土耳其的烤肉饼，10分钟。Thank you， 拜拜。哇，太大了这个雨，找个地方停会儿吧。感谢这个小房子让我躲了一下这么大的雨。这一天骑的提心吊胆的。我走的这条路啊是一条高速路，118，我也不想走，车太多了，车速又快，但是导航它就这么给你导的。前方刚好就右拐啊，拐到林区，然后弯弯绕绕就避开高速了。路上面有公交车站牌，说明通公交车也通人。私家车、大货车、自行车都通，就是挨着村子。行了，现在就安全了。完了，我那个手机落在那个小亭子了。哎呀，完了完了，赶紧的再回去，快点。哇！啊，我的哇！到了到了，哎呦，这一来一回，过去3公里，回来3公里，多跑了6公里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呀，这太扎眼了！我去，出太阳了都，
大叔换了90多，这都是我这几天喝的饮料呀、矿泉水啊，我在路上还捡了一个，我来超市嘛，就把它给全部换掉，换掉之后再买点水，继续出发。8块钱。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维姆兰省最大的城市卡尔斯塔德了。这条河流啊，就是流入维纳恩湖。维纳恩湖也是瑞典的第1大湖，整个欧洲的第3大湖啊。我就看到这个地方嘛，挺凉快的。你说这个下面，桥洞子下面这一块有没有鱼呢？我操！哇，跑了！哎呀，有鱼，朋友们，跑了！这地方，他们本地钓鱼佬都不来。来吧！哎呦呦呦呦呦！小河流没有鱼护，直接用这个吧。第2条，真好啊，这小鱼，过来我看看。哎呦，行，啊，吃个口香糖，走了。过来看那个小哥的饵啊，被大鱼给咬的，在那个桥洞下面。This here， 路边发现了一个雕像啊，这个雕像雕刻的是查理9世国王，他的手里呢拿了一个卷轴，这个人也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创造者。碑的中间是瑞典的国标，下面是1584的这个纪念日期。Here we go! Wow! 打开咱们的蓝牙，给大家展示一个我尘封多年的激情演奏。Are you ready? 路斩雪雕，山鳌麦冲云霄，火焚可再燃烧，海掀起了万丈涛，风吹拂赛云烟，花飘不过天边，那么雪滴落在心间，那么月好似大天仙，踏天斗天地，看兵团那么最神奇，夜海划破天地，武神扛起了这天地，风虎啸龙潭城，一把弯弓射大鹏，海一边山无人，天下人匹我纵横，悬疑不断的王道路，
真假赛富。小朋友，回忆杯满窗秋，喝茶时随着泪流。你手边一杯梦，好这么难受，我绝不会让你走。已经泪湿了无数个枕头。管他是怎样，我保持沉默，在你睡着后悄悄的3更半夜，我在创作。And I found the 下午的6点40多分，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的目的地了——沃尔贝里。嘿嘿，看一下消息。他妈的，多三养生，赶紧等你上大货啊！给我发过来。行了，接下来就是寻找营地，开始今天的休闲放松时刻。嘿嘿。这还有个大哥在这钓鱼呢。哎，可以啊，这是母婴室。哇，这也可以啊。行，行，今天晚上就在这附近了。我操！我操！来，我看看是什么鱼。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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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蟹力！我操！哎呀 ，Come on！ 我操！哇！呀，这个上不来呢，怎么？哦，看那个蟹力，我去！啊，来，啊！哦，这来了第3竿就中鱼了，哇！哦呦呦呦呦呦！哇！Okay, let's go. Okay, here. Yeah, that's how. Oh, this is your house. I live there. I know some people from, I don't know if it's from China or Japan, but I know one dude. He follows Iron Maiden all over the world. It's some poor. Oh, you know it? No, No. not now. I Okay. drink alcohol. Okay. So I'll take some. Oh, nice. No problem. Thank you, That's friend. pork. Pork. Oh, okay. This is taco from Taco, Mexico. oh, hold Taco quarter. Taco This salsa. Asparagus. Take one. Oh. With bacon around. Good. Oh, nice. You where are you from? Sweden. Sweden. Oh. Gothenburg. I live. I'm from Gothenburg. Gothenburg. Yeah. Where are you going now? Here I go Norway, you know. Yeah. Yeah. You want more? Oh, this one. So okay. So okay. You go. No, if you want more, take more. Take what you want. Oh, thank you. Oh, okay. You eat. You eat. Yeah, later. Swedish barbecue. Sweden barbecue. But what do you eat when you travel?
I have gas. Cooking. Oh, okay, Yeah. okay. Maybe here. Cooking. Okay. Mm. Oh, but you're gonna tent here? Yeah. Yeah. Mm. But maybe it's gonna rain. I don't know. Oh. But go in there. Baby, play game here. Yeah. Mm. But you can stay here for 24 hours, then you have to leave. Oh, 24 hours going. Yeah. Mm. Oh, tomorrow I go. Yeah. Thank you, friend. No problem. Mm. You need water or something? It's okay. You need to take a shower? No. Thank you, friend. Thank you. Yeah. No problem. Oh, woman, no cry. You want her beer? Oh, thank you. No. Thank you. Thank you. I want to ask you. Thank you. Yeah, for them. Mm. That big fucking fish. Mm. Yeah, I go look a friend. Du såg den eller? Very big. Det är ingen jävla gädda. Yes. Ja, massa But I'm... Wow, big. But it was like this big. Very big. Yeah, this. Mm. Like 5 pounds. Mm. 10 pounds. Jada. Nej, no. No, ingen fucking gädda. Du, I got food for you. Ostrich gulaschsoppa. Soup. Yeah, in a can. Okay. Just warm it. Okay, thank you. It's okay. No, but this is fucking Swedish pea soup. Pea soup. Yeah. Okay. Just heat it up. Yeah.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My name is Tao. My name is Tao. Yeah, Tao. Yeah.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Oh.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Yeah. How Thank long you. have you been in Sweden? I'm Sweden 2 months. Only 2 months. Yeah, 2 months. Stockholm come here. I'm Denmark, Stockholm. Stockholm go Sweden. Please. Shit. We are doing that in Sweden.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Ja, men han är på genom ett Rickard. Yeah. That's my name. Rickard. Rickard. Oh. Stefan. Nice to meet you. Yeah. Welcome to Värmland. Thank you. How is it to be in Vålberg? Oh shit. Men ni måste people are crazy. Oh. People are crazy here. Yeah, people crazy. Okay. Have a nice trip. Thank you. Enjoy. Yeah. OK。啊，这太热情了，又是烤肉，又是汤的，哎呦！哦，这大哥过来又给我送那个烧烤酱，完了我过去喝酒，这火还没点着呢。OK。哦。Whoa. Hey. It's okay. This is China, 杭州。哦，这是来自中国的杭州西湖，很漂亮的一个地方。This i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from Hangzhou West Lake. Yeah, I like it. It's very beautiful. 这应该是广西。This should be Guangxi. I have traveled for 3 years in China, so most of you have to give me some parts of the photo. I can know. Hey means hello. Hey is hello. Hey. Yeah. Ah. Ta is take. Yeah. Take. Yeah. Ta. Oh. Yeah. My name is Ta. Yeah, just me. This is you. All right. No, China. Right. I'm gonna Sweden. I'm gonna do like this. Oh, thank you. 2. 2. 8. 3. 2. 3. 8. 2. 3. Yeah. 4 och 5. OK， 我们在这里谈电影，谈太极，给他们宣传中国文化。奥利给 Welcome to Sweden. Yeah. So fucking drunk.
既然来到了瑞典的第一大湖，那么接下来我准备开启一段精彩的钓鱼之旅。朋友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Here we go！ 呼呼！住。Now we take a picture. 再来一遍。还是给你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现在正在骑行欧洲瑞典。新的一个月也是全新的开始，瑞典的骑行也马上就要结束了。6月，我准备开始我环球骑行的第18个国家——挪威。回顾这2个月的瑞典骑行啊，跌宕起伏，好在一切都是平安。最后在瑞典的这2天呢，我计划露营、钓鱼，和一些本地的人啊去接触，好好的再感受一下瑞典的最后的骑行，养好自己的状态，养好自己的精神，十足的精力去挑战我环球骑行的第18国挪威。接下来开始我们的钓鱼休闲时光。哎呦，你看，又来了！这小鱼，鱼情暴躁啊，还得来，看啊！啊，又来了！哦呦，这个大！哦呦，这个太大了！我天哪，这个大！哦呦，这个太大了！哎呦，大板鲫呀，你看看，好家伙！哦呦，这条鱼，那几个小鱼，回家吧。我就是杰瑞米瓦德的化身，杰瑞3瓦德，整个藏宝图上来。继续往草里打，看一下这一杆。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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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哦，真的，马上来，朋友们，中，哦，来吧。起飞，就说了嘛，又是连杆，嘿，小卡拉米。走吧。回来了。哎呀，老抽啊，放错了！哎呀，放错了，生抽。再倒入一点胡椒粉，再放一点盐巴。How many? Do you have YouTube? We want to subscribe. I have YouTube. We want TikTok, only Chinese TikTok. not YouTube, little people.
我们被好多年轻人啊。今天晚上太热闹了，我在这露营，然后就来了好多一些本地人，他们在这里very happy。OK。Hello. Now we take a picture. Yeah. Fy fan vad roligt! Yeah. Now we're gonna drink. Oj, vänta, hur många följare har du? Okej! Och du har pappa i kvällen, lovar en hora!哇哦，太开心了！落日美景，还有好多的一些朋友相伴，相识即是缘分啊！他们在教我学跳舞，这个是什么东西？来来来，太欢乐了！这一帮年轻人，17、18岁、20、30岁都有。这水大晚上的都冷多了。哦，这个水太凉了。Nice, good. OK OK。哦。太开心了，我天哪！我快赶上上。Sasalete! Ja. Nej. Nej. Nej, jag kommer. Jag lite kall. Jag behöver inte. Bum sakalaka. Oj, just det, jävlar! Du är ju för fan... Testar du den fungerar? Jajamän! 世界很大，幸福很小，不管多大
都要做个可爱的小孩，不凡世事，满心的欢喜。愿所有的朋友们童心未泯，所欲皆甜，平安喜乐，健康顺意。今年在异国他乡瑞典的最后几天，度过了一次难忘的6·1，仿佛所有的不悦通通甩掉。乌普萨拉的暖心同胞，斯德哥尔摩的骑行俱乐部，被当成特工后的监狱2日游，刺激着男人征服欲的路亚巨物，还有这繁华热闹甩掉烦恼的灿烂笑容。这是我的故事，人生的经历。6·1结束，风里雨里做大人，阳光下做小孩。愿与时光落落为安，只记欢喜不记忧。我是从中国骑自行车来到了瑞典，中间有坐过飞机，非洲的坦桑尼亚，然后到了卢旺达，从卢旺达坐飞机到了塞尔维亚，然后从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意大利一直到瑞典。What is, kan jag snacka svenska? Kan jag tala svenska? Vad är ert, the meaning with to go around? Do you want to see? Do you want to learn? 刚才我骑着自行车转了一圈，跑到市区的超市，包括还有市区转了一圈，然后又回来的。Not now. Okay, can you just do it now? No? Okay. I follow you. Look. Yeah. Let's go. Okay. During the night, and he's sitting there and got in contact with some of the animals, birds. 看这个动物啊、鸟啊什么的。Yes. 我这些全都是啊。Yeah. This too much house. It's very old. But that is new building. This new? This red house. Sometimes they have opened you can go in and see these old houses. Yeah. They are not from here. They are moved them here. 这个大叔很热心。Let's want to show it for you. This toilet? Now it's they smoke meat, fish, things like that. Oh, fire? Yeah, fire. Oh, okay. And there in this they hang up the meat and fishes and pork to get them. Sometimes maybe they open from there. 有时候可能会打开。Most of the houses here is moved here from different places in Sweden, in Norway, kind of like that. Move them and built up them again here. Old buildings like this. I think the best thing is to let them be where they have been. That's the right history. So here they change the history by this is not so bad. Hello. Here, in the bottom you have like that. The roots will go down and do like this in China. 在中国，我们不会用这种方式去种蔬菜，刨坑、浇水、撒上种子就可以了。In China, we will not use this way to plant vegetables casual land to the planing pit watering seeds. Yeah. Yes. 拿点中国的茶叶，请他喝吧。一半对。Look, people have left now. 气。都给你吧。Har du så massor? I have. Yeah. Yes. I have. I'm open. Yeah, I have. No. It's okay. No. Yeah. It's okay. Thank you, friend. 非常感谢您带我去参观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ringing me to visit the history of this city. Thank you. Take my bicycle and go home now. Yeah, okay. Bye.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Yeah. Have a good time. Have a nice day. I hope to meet you again tomorrow. Okay, tomorrow. See you. Bye.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走乡下、走山村的一些原因：简单、朴实、善良、美好、温暖人心。经常有很多的朋友们告诉我说太卷了，太累了。三丰建议大家，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太累了，太卷了，不妨去到乡下，去到山村，去到小村庄，感受一下，听听自然的环境，风声雨声，闻一闻泥土的芬芳，看看日落，钓钓鱼，放放牛儿，放放羊，
人间烟火，简单美好，粗茶淡饭，平平淡淡，才是人间嘛。好了，朋友们，今天晚上还是大风，等会儿我还得把周围帐篷的地钉都给打好。这一个多星期过来，一路全都是阴雨天，我太阳能充电板没充上多少电，现在所有的充电宝吧也都快没电了。明天啊，我是预定了一个森林当中的木屋民宿，它是在挪威和瑞典的交界的一个地方，所以明天前往民宿去住宿，洗洗澡，充充电，整理整理装备，养精蓄锐，整装待发，再前往挪威。那今年不光有挪威，我们后面还有冰岛，冰岛之后还有芬兰。冰与火在星空流星之下追逐极光，今年的旅程绝对是很精彩。我现在一想啊，我都已经按耐不住了。哇，挪威，接下来进入挪威之后，是吧？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看到什么样的景色，什么困难，什么美好，我也是很期待的。所以今年的旅程很精彩。三丰在此也是呼吁一波关注啊！如果大家喜欢我记录的这些生活碎片，喜欢我对于生活的态度的，可以给三丰点点关注。包括大家给我留的一些言问的一些问题啊，我可能虽然说看到了，没有一一的去回复大家，我每一周呢都会开送直播，直播的时候啊都会跟大家进行聊天，回复大家的一些疑问。在此拜托大家点上关注，点一点红心，感谢大家伙的支持与喜爱。还要做饭、炒菜、吃饭，唯有热爱方可抵消一切。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一名骑行旅行者。我是2018年开始骑行，今年是我骑行的第7年，走过了10万公里路，穿越了17个国家。第18国的骑行呢，也马上就要开始了。这2天我是在边境找到了一个森林木屋民宿，因为这一周都是阴天、雨天、大风天比较多，也是时候住宿休整了。我也把我所有的装备又重新的去清点了一下，因为经常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去问我，像你这样一个人一辆车，长途重装，穿越在路上，骑行在海外，都带了哪些东西啊？今天趁着住宿的这个功夫，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所有的骑行装备。一般像我这种长途在外骑行主要是以轻便为主，围绕4个大的方面去准备：衣、食、住、行，然后再根据个人的情况条件去带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从穿衣方面我都带了哪些。这个沙发床上就是我所有的衣物，因为现在是北欧的夏天，我是带了一身薄的冲锋衣、冲锋裤。这边呢都是一些冬天的衣服，保暖内衣、保暖内裤。这边呢是一个比较厚的棉裤这个也是为了后期冰岛那些地方冷的地方准备的，零下30-40度是没有问题的。羽绒服，还有一件小的卫衣。这边是冲锋裤、冲锋衣、手套、脖套、帽子、内裤袜子这些，所有的东西就这么多。一个是围绕冬天，一个是围绕夏天。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一身秋衣秋裤。衣服呢就是冬天、夏天。春秋的我都是没有准备的，不像大家在家里面5颜6色的衣服可以换着穿，酷酷的、美美的。像我吧，一年到2头就这么几身衣服。关于这个衣服，当时我是攒了2个月的钱嘛，买了一身始祖鸟。后来大家就开始抓了这个点不放，就开始说我挣到钱了，怎么样了，都穿上鸟了。因为像我吧，长途在外，你应对的各种恶劣天气，冰雹、大暴雨、大风，这些你如果穿一些功能性比较差的衣服，你自己吃不消，身体根本就吃不消。整一点防护好的衣服，可以应对一些突发的恶劣天气，这样呢身体得到一些保障，也可以走得更远嘛。你身体发个烧、感个冒，难受的是自己，只能自己扛对吧？这是我的衣服方面的。还有就是吃的这方面的，得给大家看一看关于吃的东西三丰还是比较讲究的。我相信大家看我往期的一些视频，每天到露营地做饭，不管是炒个青菜、肉食汤类，那些该有的工序、该有的调料配菜，是一个都不少，也不含糊。因为我对于做菜呢，首先最开始的时候我不懂做菜，炒菜什么的我都不会，哪怕说煮菜第一次煮饭都煮糊了，也是慢慢的学习。后来呢，我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种感觉。可能对于有一部分朋友来说，觉得每天去做饭、洗锅、刷碗好麻烦，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还蛮享受的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食材你去准备，每一个调料你去搭配，然后食材和食材的味道去碰撞，激发出来的香味，你做出这份成果，在一个特别舒适的环境之下去慢慢的品尝，慢慢的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我也特别喜欢，也特别热爱。所以美食是不可辜负的。之前我在比利时荷兰德国一些地方，当我拿出我做饭的装备来的时候，炒菜的时候，那些老外全部都震惊了，说你是说我是带着一个厨房在骑行在旅游？这没办法呀，因为欧洲吧，我想吃中国菜吃不上，吃他们本地菜呢，1次2次体验一下还可以，长时间呢，第一个价格贵，再一个吃不惯，还吃不饱，所以只能自己动手，也慢慢的吧也习惯了。给大家来看一看我带的所有做饭的东西锅碗瓢盆、柴米油盐，样样不缺。带了有3个锅，这个锅的话，我是用来煮米饭、
泡面条，这个小锅呢可以用来煲汤，这个锅是用来炒菜的一个炒锅，我一个人锅是已经够用了。还有平常烧水的这个烧水壶，露营的时候喝点茶水啊，烧点热水啊。还有呢就是炉子了，炉子我是带了有2种，一个呢是烧气炉的，就是这种气罐，一个呢是烧柴的。气罐这个炉子呢，就是平常我骑行啊特别累的时候啊，就不想捡柴，可以用这个烧，包括一些阴天下雨下雪天气不好柴火湿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啊可以用这个劈柴，捡一些枯枝树木烧火做饭，也是人间烟火嘛。然后呢我们的调料，油啊、老抽啊、生抽啊、鸡精啊、豆瓣酱啊、甜面酱啊，这个还有大米是吧？因为我是山东的，大米我吃的少，有的时候喝点大米饭，偶尔去吃个米饭，煮个米饭，白糖、盐，这些调料就比较全了。13香，还有这个什么香槟、白起、桂皮、香叶、花椒、干辣椒，煲汤的、炖汤的、炒菜的都有。菜板子、刀，平常露营的时候啊，喝一些茶呀、益生菌呐、退烧的一些饮料啊，干嘛的这些都有。这是我关于吃食这方面的一些东西。目前就这些啊，大家会不会觉得你带的这些东西都快赶上我家厨房了？没办法，谁让是行走的厨房呢？主要是这些东西做出来的食物确实是好吃的，唯有美食不可辜负嘛。还有一些调料啊，蚝油啊、醋啊，那些我都吃没了。回头呢，咱们遇到亚洲超市的时候，可以再准备上。我也想让咱们中华美食走遍世界各个角落，让他们尝一尝，记住中华的味道。衣食住，咱们再来看下一个住。这边是这个民宿的厨房、客厅吃饭，然后这边呢，这个房间就是卧室了。我把住的东西放在这了。关于住的东西吧，都是比较简单了，我一个车顶包就给它全部装上了。帐篷、睡袋、防潮垫，无非就是这几样。防潮垫我是带了有2个，这个呢是我平铺在帐篷里面最底下的那一层，用来隔离一些湿气。这个防潮垫呢是选自于山之泉那个加厚的那一款。这个防潮垫加上这个充气的睡垫，这2个搭配起来啊，是我这么多年经验以来感觉睡觉是比较舒适的。如果只有这个东西呢，会觉得有点硌；只有这个呢，他会觉得有点下陷。那么这2个啊，刚好你睡觉的时候身体下陷的同时，下面有这个托着，所以这2个搭配还是比较舒适的。这个就是帐篷里面的内外帐，一室一厅的，是一个大的帐篷，所以这个帐篷也很重啊，将近10斤。这是我的睡袋，睡袋是选自于黑冰的，这个睡袋可以扛零下20-30度没问题。黑冰的那一款 Pro Z900 的那一款，对，然后铝杆啊，这个是一个充气的小枕头，睡觉也可以舒适一点。还有咱们的充气小泵，打开这个泵就不用用嘴吹了，一旦在一些高海拔的地方特别累的时候，吹起来啊，这几个真的是头脑缺氧啊。地钉，还有这个我说一下，这个是一个保温毯，用来在野外希望是用不到，永远用不到。然后这边呢还有放置了我的一些包，2双鞋子，穿1双带1双，夏天和冬天。然后4个驮包，1个车顶包，加上1个背包，这些包呢是挂在自行车上面的。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咱们的电器啊，充电设备吧也不少，朋友们，充电宝、手机、露营灯、各种插头、无人机、各种相机、太阳能充电宝等等啊。来，这又是满满的一大桌子呀，给大家来仔细的看一看啊。首先那个黑色的包，那个包呢是无人机，
平常我们用来飞无人机的一些镜头啊，大家看到的都是用这个拍出来的。然后这是我们充电的电器。欧洲不像国内需要用转换插头，是用这种圆的这种转换的插头，然后再连接我们国内的，插上这些电，然后再充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小包里面是我的一些洗漱用品啊，个人的牙膏、牙刷、小镜子、青霉素软膏呀，各种。然后还有一些去蜱虫、擦蜱虫的，还有小梳子，然后唇膏呀，包括这个小镊子呀都有。然后这还有这个治骨头的，平常骑车骨头也痛，驱蚊虫的防晒霜，还有我的补水，对吧？这些大家也都用过的啊。自拍支架，一个大的一个小的，然后2个露营灯，这种大的露营灯可以开个1-2天没问题。充电宝呢是8个充电宝，有几个充电宝是不太好使的时候还得再添置几个。这个是胸带，也是用来拍摄的。然后手机这边是护照里面的一些证件，太阳能充电板，还有这眼镜，包括这些线呢是我放在背包里面的。相机我再单独说一下啊，也是有很多朋友们问，拍摄的东西我都是用的运动相机。这个白色的相机呢是360的 Go3， 这个相机吧它比较小巧轻便，你像这个它是可以取下来的。比如说你要拍一些简单的镜头，你可以放在一些铁片上去粘起来，或者是放在胸前去粘起来，这个算是比较方便，但是特别吃光线。如果说是阴天的情况下，我不会用这个去拍，因为它拍出来的光线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看视频的时候，上一段的视频是比较明亮的，下一段就比较暗了。其实都是同一时间去拍摄，只是说拍摄出来的光线，拍摄出来的整体的效果，这个就是稍微要差一点，但是平常记录生活呀，对于我来说够用了。这是这个360的 Go3，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 GoPro 的话是我用到最多的，它呢也是吃光线，但是画质稍微要好一点，阴天的情况下也可以拍的比较清晰。像我是一个人拍摄，没有人帮我拍摄嘛，所以我会就是自拍去讲一些东西，看到的一些事情，我发生的一些事情是用这个去拍。如果是腾不出手来，刚好事情发生的都比较仓促的话，我会提前打开这个，就是这个呢是一个360的 X3。我自行车前面有个很长的杆嘛，那个呢就是装这个的，包括我自行车车把上有一个小的那种，也是装这个的。360的运动相机我是有2个，朋友们，一个是都是备用2个 X3， 这个是去年用的那个，但是镜头吧它有点刮花了，所以我今年又新准备了一个，好像又出了一个新款叫 X4， 还是到时候咱们可以研究研究再添置一个啊。这是我的360。还有一个呢，朋友们，就是我大疆的一个云台手持相机，这个呢我轻易是用不到的。我什么情况下用到它呢？就是光线特别差才会用到这个，比如说天黑傍晚，它的光线拍出来有一点点类似于专业相机的感觉，所以这个呢是很少用得到。因为天黑了之后吧，我会打开露营灯，实在是没电了，或者实在是天黑还在骑行的，有可能会用到这个。这是我所有的拍摄设备。那整体的拍摄设备它的清晰度吧，1080P 已经是够用了，加上还有就是手机很多呀，朋友们。但是我的手机吧，它以拍摄的就是我现在拍摄的这个手机，平常呢就是用来导航呀，包括用来传输素材。有的时候一个视频剪完了是吧，我不光是一个平台发，剪完之后呢，把素材每一个都放在手机上，然后连上热点之后，这个手机传一个平台，这个手机传一个平台，这个手机传一个平台，这样1个小时我可以传所有的平台。如果是一个手机去传，我这个手机传1个小时，有的时候传2个小时、3个小时、5个小时，传1宿都有，所以说很慢。这也导致于我在国外经常断更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有的时候网络信号差，再一个呢，视频从拍摄、剪辑、配乐开始到结束都是我一个人全完成，拍摄也是很麻烦，我是多角度拍，所以现在不能保证1天1更。我既然保证质量在线的同时，也不可能保证数量一直这么走，因为在路上大多数都是每天的生活比较平淡，都是自己一些平平淡淡的一些骑行生活，
当然了，也会遇到一些人，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对吧？那个也是不可能每天都遇到嘛，所以大家也没必要着急催着要更新啊，要更新，怎么又不更新又断更了？要剪辑，还要碰到有网的地方，朋友们，所以大家别催了啊！这是我所有的拍摄，然后还有一个支架，备用的支架，还有这个支架，我是带了一个重的，带了一个轻的。重的支架呢，也是为了就是防止一些大风天气的时候啊，哎，我可以把它撑起来，这样它不容易吹得倒呀。关于我的支架、充电宝、洗漱，目前带的东西吧，就是这一些哦。衣食住行还没有给大家那个说呢。来，我的出行方式是以骑自行车为主啊，所以在路上除了自行车，还要有修车的工具，比如说打气筒、补胎液、补胎棒，这里面呢都是一些自行车上的一些零件，蓝鳞片，对吧？你刹车也需要换。没有了之后，我们可以再去单车店买撬胎棒，无非就是坏车补胎，就是这样子。还有负重过大的话，辐条也会容易断，这个是辐条，可以换上我这个辐条。那这个小盒子里面呢，装的都是一些配件，驮包的配件，防止它坏的时候、摔车的时候啊，可以换上一个新的。还有一些相机的螺丝也都在这里面。打气筒啊，链条喷液，我现在自行车又开始吱啊吱啊唱歌了，回头给它喷一喷。还有我们的斧头啊，维京战斧，用来劈柴的时候用那个炉子烧战斧。还有手套，这个是用来钓鱼的时候啊，防止鱼刺到手。娱乐项目就是钓鱼了。瑞典这个地方嘛，也是钓鱼者的天堂，包括挪威也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钓鱼的。鱼竿是朋友送的。然后呢，自己是买的一些鱼饵、鱼线、控鱼器、剪刀，这里面是一些铅头钩、别针、旋转亮片什么的，都在里面。还有咱们的药，感冒发烧消炎，这个是用来以防万一啊，都是放在这里面的。修车的东西是一定要带的，虽然说它用到的几率很小啊，目前你要想一下，万一你骑着自行车到了一个山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自行车又爆胎了，你还没有修车工具，那怎么办？推吗？推个几十公里是吧？遇到这种情况，那我们修车工具就来了，直接打开，自己动手，该补胎补胎，该换链条换链条，该喷液，该整啥整啥。所以小毛病自己就修行了，大毛病的话你整不了的情况下，那么只能说，哎，感觉这个要坏掉了，感觉自行车需要保养了，那么就去单车店就行了。欧洲这块骑行嘛，单车店还是很多的。除了大家看到的这些东西呢，还有在路上的一些食材啊，比如说主食啊，一些面类啊，它这个冰箱里面也是堆满了我的一些吃的喝的，葱姜蒜、枸杞，哇，还有做饭的蔬菜，这些平常我也都是带着的。在路上你得做饭，得吃得喝。这就是目前我所带的所有的装备。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朋友们？一辆自行车可以驮下这么多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这些东西你直接往包里装是装不下的，所以呢，我的驮包里面每一寸每一层我都给它利用的非常好。这就是说到一个词叫做收纳，我也算是一个收纳小能手，我能把我所有的东西规规矩矩、好板板正正放在我的驮包里。哪个东西在什么地方，我脑子里都知道。需要什么时候就打开哪个驮包，拿什么东西。收纳小能手，行走小厨房，中华小词库，精神好小伙。好。一碗的价格是400块钱人民币。大家来看一看凌晨1点半的天气，落日残阳。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再过2-3个小时天就亮了。我的门前还有个啄木鸟，拉了这个绳子之后它会响。
这个房子其实住着还是挺温馨、挺舒适的。这个房东呢，我感觉他是特别喜欢大自然的，因为整个房子全部都是木头的，床、桌子、凳子、椅子全都是木头，并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古老的壁画、古老的滑雪板，还有一些锅碗瓢盆，也特别有一些年代感。行了，时候也不早了，我得休息了，明天还要把那些东西再装起来。下个视频我们就挪威再见了。我这也看了一下天气，6度的10度，白天最高温度有太阳的时候是15度。这一个星期又降温了。晚安了，朋友们。下个视频，挪威见。马卡巴卡。